你们见过这样的世界吗？一颗棒棒糖就可以换一颗100年人参，用内衣内裤居然可以换来5根秘籍，一瓶香水便可得到一堆金银。而我不仅能自由穿梭2地，里面的人还把我视为仙人。不知不觉，我打造了一个牛逼哄哄的超凡，而这一切都要从1天前我醒来后说起。我靠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我在做梦？可我还没来得及思考，眼前的就有一位绝世美女，手持宝剑对着我。哪里来的登徒子？这美女，你听我解释，登徒子，你敢玷污我，我要切了你！溜了！我二话不说，准备夺门而去。此时一股寒潮袭来，外边竟然是冰雪覆盖的森林。我勒个去，老子到底在什么地方？而下一刻，身后传来自己的声音。就在电光火石之间，我消失在了。咦，人呢？我的妈呀，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是说我出现了幻觉？这是抹胸吗？妈呀，好上头！这难道不是在做梦？既然这东西是真的，那之前的事肯定也是真的了。这也未免也太恍惚了吧？真的。就在我疑惑之时，再次出现到之前的木屋里。卧槽，我这是又转回来了。我打量着周围的一切，还好那个奇怪的美人不在家呀。这狐皮之光泽貌似是天然，价值不菲啊。可惜了，这种野生保护动物拿回去，说不定要踩缝纫机。也不对啊，我可是个正直的有为青年，怎么可能做顺手牵羊的事情？只是现在我该怎么回去啊？正前开始思考，好像只要想回去的愿望很强烈，就是触发他穿梭的关键。穿回去。比起自己所在的世界，我对那个世界更感兴趣。很快，我换好衣服，再次来到木屋，打开房门走了出去。突然间，一根绳子仿佛有生命般穿过来，绑住了我。卧槽，这是轻功吗？你到底是谁？36滴，不对，这应该是 G 吧？登徒子，看见，消失了。难道是大宗师？不对，大宗师也不可能有这能力。就在此时，女人闭上眼，感应周围。方圆1里之内竟然没有这人的气息，难道他是传说中的仙人？我的妈呀，差点又被宰了，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再过去的话，他肯定还要举剑相对，要不先对他表示一下友好。随后，我画了一个表情包，带着一颗棒棒糖，再次穿梭过去。只见虚空飘着一张纸和一颗棒棒糖。女人一脸好奇的把东西拿在手里。这药丸是什么东西？这仙家赐予的东西是要我吃吗？不行，我得先让灰灰过来试一下。灰灰，来，先给你尝一口。这可是上仙赐下的东西，给你尝一口，算便宜你了。去吧。此时，乌蝉大家才放下戒备，小心翼翼的舔了一下。好甜，有点像糖，好好吃。乌蝉大家只觉得整个人飘飘欲仙，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糖。此时，另一边的郑乾等了10几分钟，已经有些按耐不住。也不知道对方是否明白我的善意，之前把他的抹胸弄丢了，看来自己只能陪他一件新的。随后，我带上准备好的物资穿梭过去。下一刻，我出现在了冰天雪地之中。女人已经坐在一块巨大的木墩上，正盯着他。小姐姐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并没有恶意。那个，我只想跟你交个朋友。这个小棒棒叫什么？这是棒棒糖，我们那边的特产。原来它真的是糖啊，难怪它这么甜，比我们这里的糖好吃100倍。你要是喜欢吃，我可以多给你一些。我这还有不同口味的，多给你。对了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鹿山。鹿山属于哪个国家？鹿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。那你呢？你是什么人？是仙人吗？仙人？不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什么仙人。你不是仙人，那你怎么可以来无影去无踪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算了，先不谈这个。你肚子饿吗？我请你吃饭，怎么样？那你等会儿，我去就来。这仙人浑身上下也没有所谓的仙气，身体状况更是糟糕透顶，难道是被折扁的仙人？回到家中，郑乾准备好了泡面。这几种口味的泡面也不知道能否搞定它。我靠着穿梭2界的能力当上了异界导爷，用泡面换人参，用香水换金银。美女，你这里有水吗？可以喝的热水，我这个叫泡面必须要用热水来泡。锅里就有热水，可以喝。我顺着美女所指的方位看了过去，角落里有一个简陋的小火炉，一阵扑鼻的香气顿时飘了过来。出于好奇，我往铁锅里一看，我靠，这该不会是人参吧？这么大颗，难道成精了不成？公子，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此时郑乾才缓过神来，把桶面撕开，倒上调料包，随后再加1勺上等参汤。当参汤与泡面碰撞在一起，好像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，竟散发出一股特别浓郁的香味。公子，这东西味道也太香了，一定很珍贵吧？就是一种普通吃食，我们那儿一大堆。这么香的东西，他说很普通，不过他是上界来的，肯定不简单。对了，能冒昧的问一下，你这锅里煮水的是什么东西吗？你说那根棒槌吗？啥？棒槌？我擦，这取名也太随意了吧！这个肯定很珍贵吧？我们本地人都这么叫，这棒槌才几百年，算是最普通的。这凡尔赛也太离谱了吧！这年份的人参在我们那边可是稀世珍宝。此时郑乾突然想到一个发家致富的好主意。泡面换人参，这不是让我一夜暴富的节奏吗？公子，这泡面实在太香了，我等不及了，可以吃了吗？时间应该够了，我试一下。说完，我端起泡面尝了一口。我靠，这深烘焙泡面堪称人间美味啊，简直好吃到爆啊！美女见状也迫不及待地端起泡面，
开启干饭人模式。就在此时，我突然浑身燥热，身体跟火烧似的。公子，你的鼻子……我擦，居然流鼻血了！这参汤也太补了吧！话音刚落，肚子犹如翻江倒海。姑娘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失陪一下。这尼玛的也太他妈臭了！经历几次排污后，郑乾感觉整个人变得脱胎换骨。妈呀，这大帅哥真的是我！要是之前有这颜值，前女友也不至于跟我分手吧？不行，我得再回去多搞几个棒槌，那可是好玩意，直接就能给我拔毛吸髓。不过去之前还要准备点好吃的东西。随后，郑乾又去了超市买了几10包泡面、巧克力，还有其他零食，再一次穿梭到了异世界。异界小姐姐怎么不在家呀？不远处的桌子上，一块金灿灿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郑乾好奇地上前查看。我操，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狗头金吧？看样子有个10来斤啊！而此时在木屋外练剑的女人突然感应到郑乾的气息。难道是仙人回来了？公子，你又带了这么多东西？这些都是小意思，只要你喜欢就好。对了，我叫郑乾，还不知道美女你怎么称呼？我叫乌禅那家，郑公子，这里面都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德龙巧克力，口感丝滑无皮。这个是辣条，吃过保你流连忘返。这个是香水，女生出门必备，你肯定喜欢。当整间木屋内都充斥着香水的味道时，乌禅那家整个人都愣住，在他眼里，这简直就是无价之宝。这东西也太精致了吧！这个香味，就连上京最贵的香薰和香囊都比不过。乌禅姑娘，你看，我给你送来这么多好东西，你是不是也该对我意思意思啊？听我这么一说，乌禅那家脸红的回答道：“我刚才太震惊了，有些失态，不好意思啊，郑公子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这里有的我都可以给你。”此时我指着桌上金灿灿的狗头金说道：“这块石头是你捡的吗？看着很不错，可以给我吗？”这就是一块普通的杂金块，我在灵狐谷的河边捡的，当时觉得顺眼就捡回来了。公子，你要是喜欢就拿去好了。什么？随手捡的？灵狐谷？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有灵狐？灵狐谷离这里远吗？那里的河边还有没有这种杂金块？不算远，路程大概2天1夜就能到。你想要这种杂金块，那边好好找一找就能捡到。那真是太好了，你带我去怎么样？当然可以，不过现在外边下着暴风雪，路不好走。也是啊，这样恶劣的天气出行是有点危险。那等雪停之前，我先回去准备好出行的装备。对了，那个棒槌还有吗？有啊，你要多少？什么？这东西你有很多吗？上次进山我待了10天，一次性挖了不少，应该还有10来根吧。那你方便给我弄2根吗？公子，你跟我来。说完，乌禅那家就领着我来到了木屋紫薇的柜子。此时，柜子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10几颗百年灵芝。我的妈呀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它竟然像堆放柴火一样随意摆放，这是不把人参当宝贝，不把红薯当干啊！公子，这些棒槌个头都差不多，你喜欢哪根就自己选吧。我先去试试你给我的东西了。我擦，俗话说7两为参，8两为宝，这颗老参估计得有1斤26两左右吧。而且色泽这么圆润，都快成精了，这简直比黄金还要贵重100倍啊！看来今天是来对了，不仅得到了2颗百年老参不说，还意外赚到一块比拳头还大的狗头金。这次想发财难。俗话都说，每天3碗人参酒，活到99。为了能成为绝世猛，眼前这个男人坚持每天喝上3大碗。这100年人参再加上82年的茅台，就是不一样，不仅口感丝滑，而且身体也越发强壮。突然，郑乾好像想到什么，表情变得凝重起来。不对，虽然身体现在棒棒的，但手里的2个重宝要找个靠谱的地方出手才行。随后，郑乾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来到本市的文物院看看。大爷，请问文物鉴定在哪栋楼啊？小伙子，你要鉴定什么东西？1块狗头金和1颗百年人参。你以为这里是菜市场吗？别逗了，你该哪儿凉快到哪儿凉快去。不是，大爷，我只是问一下路，你告诉我在哪鉴定不就完了吗？那你东西带身上没有？傻子才把那么贵重的东西带在身上满大街乱跑。不过我有视频。哟呵，行，那你把视频拿来我瞧瞧。还是算了吧，你就一个看大门的，鉴定这种事还轮不到你吧？你告诉我在哪里鉴定就完事了。哼，你说什么？小伙子，你说有视频，拿来我瞧瞧。你又是谁？他是我们院鉴定玉器和金银器的专家杨开元先生。他要是愿意给你长眼，你谁都不用找了。你真能鉴定？小伙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本人鉴宝20年，从未失手。那请杨专家先帮我长长眼。说完，郑乾把手机丢给中年人。刚开始，杨开元还有点漫不经心，可接下来，他突然满脸震惊地说道：“炉肠碗蜜、枣核丁、锦皮、细纹猪形。”此时，杨开元的几句鸟语，郑乾听得一脸懵逼。为了掌握主动，郑乾一把抢过手机。小兄弟，这2样东西现在在哪里？这个你就别管了。我问你，如果东西是真的，你们文物院收吗？当然，只要鉴定是真品，你要出售我们文物院也可以收。行，就等你这句话，那我改天再来。说完，郑乾转身准备离开。杨开元见状着急地说道：“等等，小兄弟，你先别走。还有事。小兄弟，别改天了，东西既然在你手上，我现在就可以派车跟你去拿，不出3个小时就可以准确的鉴定出结果和估价。用不着这么急吧？
此时，杨开元见郑钱犹豫不决，紧接着又说道：“如果你还不放心，我也可以给你介绍家鼎拍卖行，对你的这2件东西进行公开拍卖。总之，你有好东西就是我们的顾客，我们的上帝。”郑钱在听完杨开元如此热情的介绍，心里反而更加担心。这才第1天过来转一下就遇到贵人，鬼才相信肯定有道理。郑钱不再理会，转身直接撒腿就跑。领导。此时杨开元愣在原地傻眼看着，还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。这小子跑什么？不行，这事得马上跟院长汇报，必须找到他，争取把那2件重宝拿下。说完，杨开元心急火燎的来到院长办公室。陈老，我要跟您汇报一件事。开元啊，何事这么慌张？陈老，是这样的，刚才杨开元开始娓娓道来，把刚才发生的事都讲一遍。陈忠正听完，表情一动。你有几成把握确定那2个东西是真的？如果能让我上手摸一摸，我有10成把握立刻就能鉴定出真假。赶紧的找到此人。另一边，郑钱刚回到家中就开始纠结，怎么办？如果那个人说的是真的，要不要再去一次？而就在此时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打电话给我干嘛吧？挣钱在干嘛呢？有空吗？我请你和耗子喝酒。没问题，你说个地方，我和耗子立刻过去。行啊，陈玲，你今天发工资了，请我们吃大餐。不是发工资，而是今天我跟家里彻底分家了。分家？那你分到了什么？10万块钱和一家卖酒的门店。啊，酿酒作坊呢？你不要？我也想要啊，但我后妈和我爸是要留给儿子的。现在能分到10万块钱和一个卖酒门店已经很不错了，至少能养活我自己。说完，陈琳拿出2瓶马内往我和耗子瓶扔。我知道你们现在比我困难，我也没太多，这钱算是借给你们的，先用着吧。谢了，我正愁没米下锅呢。哟呵，我说怎么又是你们3个臭皮匠？此时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。挣钱你可真行啊，当起小白脸了，现在混的连生活费都要靠女人了。是你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拥有自由穿梭2件能力的我，上一秒还被昔日女友阴阳怪气的讥讽，下一秒他整个人都懵了。挣钱你可真行啊，当起小白脸来连生活费都要靠女人了。露娜，不要用你那龌龊的心来怀疑我们之间纯洁的友谊。露娜，说话别这么刻薄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哼，你一个卖酒的也敢说我刻薄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叫我男朋友抽你？我不信，徐福仙，你竟敢对我们尊贵的客人俯首不成。陈院长，真不关我的事啊！都是你这个祸水，要是没你挑衅，今天也不会这样。哼，还不给我滚远点，不要让我再见到你。是，我这就滚。哼，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挣钱，你给我等着。小伙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还真是冤魂不散啊，这样你也找得到。小伙子，你好，我叫陈忠胜，是文物院的院长，他叫杨开元，是文物院的鉴定专家。我们不是骗子，之前可能有点误会。误会？真的是误会吗？小伙子，我们这次来是想邀请你到文物院谈谈合作的事，不知道你方便吗？看着对方儒雅的面容和谈吐，郑钱也放下一丝警惕。行，我跟你们回去。陈琳、耗子，你们先回去，改天我再找你们。随后3人开车回到文物院。宝贝啊，绝对的宝贝。开元，你先说。这口头巾是真的，而且是纯天然，含金量在70%-80%左右，里面还蕴含着各种丰富的矿元素。这种矿元素可能超过100种，可以确定这是一块十分含有的狗头巾。好吧，确实很精美，不过这颗人参则更为夸张。怎么说？在我看来，这颗参的药用价值达到了500-600年的水平。什么500-600年？这怎么可能？总之，这颗参蕴含着了不起的元气，别说吃，就是闻一口都觉得身心舒展，心旷神怡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颗参竟然是传说中的紫韵龙王参。紫韵龙王参，不错，它功底浑身紫韵，这些紫韵是元气凝结。我都不知道这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等宝贝。根据医科史料记载，只有秦朝和唐朝的时候挖到过这样的极品神参。郑钱听着2人旁若无人的对话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那这么说，狗头巾和这颗什么紫韵龙王参的都很值钱喽？”小兄弟，你能告诉我这2样东西是从哪里得到的吗？你这就不地道了，好物莫问出处，这是规矩。这2样东西你们开个价吧。行吧，我也不想强人所难。这块狗头巾经过评估价值300个 W 左右，我们文物院可以收下来。那这颗紫韵龙王参呢？不瞒你说，这颗紫韵龙王参价值在3000个 W 左右。我们院根本没有这个实力收购，不过我们可以帮你寄卖到拍卖行。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，你们的条件是什么？我们要拍卖标的所得额的5%，我只能给你2%，多了免谈。行，成交。看着陈忠胜淫荡表情，郑钱此时有种掉进坑里的感觉，看来得先把狗头巾卖掉再说。心里有了打算。经过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，狗头巾最终以350个 W 成交。收到转账后，郑钱以雷霆之势收回了真。哎，
小郑，你别拿走啊！刚才咱爷俩不是说好了吗？文物院只要2%，剩下的事全部给你安排好，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。对于你来说，这很值啊！陈老头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之前说的不作数，容我再想想，你不能逼我不是？不是，小郑，这人参有可能拍出3000万的天价呀！难道你就不想成为千万富翁？你不要给我画饼，哥哥，我现在不缺钱，我们后会有期。话音刚落，郑钱拔腿就溜了。陈忠胜一脸无奈报应。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都不讲武德，转眼就翻脸不认人。此时回到家中的郑钱突然成为百万富翁，心里莫名的激动，差点忘记了还要去异界探险的事。对了，去灵虎谷的装备还没准备好。随后他又在网上飞快的下单，因为财大气粗的缘故，只花了半个小时全部在手。还有一部价值不菲的雪橇车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所有东西都到齐，郑钱带着物资再次穿梭过去。此时正在打坐修行的乌禅那家感觉郑钱的气息，显得异常兴奋。公子你来了。乌尘姑娘，坐，尝尝我那边饭食的味道，看看合不合你的口味。这个是烧鹅，味道无与伦比，外焦里嫩，口感丝滑。还有这个红烧猪蹄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回味无穷。很香啊，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。此时乌禅那家看着眼前的美食，直流口水。吃啊，别愣着了，直接上手。公子，那我不客气了。公子，这个食物实在太香了，我一不小心都吃完了。没事，本来就是专门买来给你吃的。对了，我看外面的雪快停了，要不咱们明天就出发去灵虎谷，你看怎么样？都听公子你的。那今晚我教你打扑克，怎么样？拥有2阶穿梭能力的我，为了寻求刺激，竟带着雪地摩托来到异界，就连女神也惊呆了。不错，这雪地摩托很好开，就跟电动自行车一样简单。此时乌禅那家看着眼前的雪地摩托，眼睛都瞪大了。公子，这是什么仙器？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这不是什么仙器，就是一个代步工具而已。有了它，我们去灵虎谷就方便很多。对了，还有这玩意，卖家说是军用的，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还不错，视野很清晰，看来这2000太阳没有白花。公子，你拿的这个小东西又是何物？这个我们叫望远镜，可以看到千里之外的事物，挺好玩的。乌禅，你试试。公子，这个仙器太神奇了，这么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嘿，你要是喜欢等这次探险结束，我就送给你。公子你太客气了，你送我吃的还要把这么贵重的仙器送我，我受不起。没那么严重，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，那你可以把剩下的棒槌都给我好了。公子要喜欢就都拿去吧，反正那些棒槌在鹿山深处很多。谢谢啊，乌禅，那些东西确实对我有大用。公子，雪好像停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乌禅，这里是谁的领地啊？这些大树都有主吗？鹿山从来都不是谁的领地，这里很少有人来。既然这里的树都无主，为什么没有人砍伐呀？砍树做什么呀？那当然是做房子做家具啊。公子你不知道，我们这里盖房子都是用云石，而且做家具的木材镇子附近就有，根本不需要舍近求远。这鹿山遍地的木材居然没人砍，而且这些树木看上去就不一般，是做家具的上乘木料。如果能把这些树都砍一些运回去，那岂不是妙哉？好，真好啊！公子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是说这里到处都是好东西。好东西？你是说这些树？呵呵，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楚。对了，那些棒槌你都是在哪里挖的呀？这里没有的，还要往鹿山深处走，在灵虎谷附近才有棒槌。啊，又是灵虎谷。就在两人聊得正嗨的时候，前方丛林中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野兽，对着他们咆哮。我靠，什么鬼？公子莫怕，等我斩了他！哼，孽畜，拿命来！这货是灵兽吗？这是只普通的野兽，灵兽盘踞的地方都十分危险，它们一般都在鹿山深处。现在我们还在鹿山的外围，暂时还见不到灵兽。只是在外围就这么刺激吗？鹿山深处周围都是危险地带，就连我都不敢轻易涉足。我深入过最远的地方，也仅仅只是灵虎谷，在那里补给水而已。这么危险，难道就没有人进入过鹿山深处吗？当然有啊，8品及8品以上的武者为了修行，就敢进去。武者8品很强吗？比我强得多，我只是7品上，离8品还差得极远。那你们武者怎么分的品阶啊？总的来说，武者分1到9品，每一品阶都有上中下3个阶段，超越9品就是大宗师，大宗师已经超凡，不再是凡人，而大宗师之上被称作陆地神仙。郑乾听着乌禅大家的讲解，兴趣十足的继续问道：那这个世界陆地神仙多吗？据我所知，能达到陆地神仙境界的古往今来也不过2人而已。那你再努力一把，离大宗师应该也不远了吧？想要成为大宗师谈何容易？我从小习武，天赋也不错，可依旧看不到成为宗师的希望。为什么？7品之上，每提升1品都是天堑，更别说突破9品成为大宗师了，除非有什么奇遇。那又是个什么东西？没事，那是雪姬专吃树根叶子，而且它很胆小，很少攻击人。
血鸡这东西能吃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在陆山修行一般也吃它，只不过我都是拿来放进参汤里炖煮，因为肉太硬，吃的时候得炖煮1天1夜才能下嘴。居然要煮这么久？必须煮久，否则肉不软烂，咬不动。不过一旦把它煮烂，它就会变得美味，而且还能补充我们身体的能量。嘿嘿，肉硬又如何？难道还硬得过现代的高压锅？野生2师兄都能炖烂，区区一只野鸡炖不烂吗？那个乌蝉，你帮我抓一只回来，行不？好的，没问题。说完，乌蝉那家伸出玉指，只见一股能量射出，远处的大雕应声。这血鸡不就是一只比较大号的野鸡吗？说完，郑前将血鸡放在雪地里铺上。公子，你带着它干嘛？当然是吃啊，晚餐就它了。可是这血鸡要煮很久的，我们赶路可没那么多时间。没事没事，我自有办法。等下先找个落脚的地方。我记得前面不远处就有一个山洞。那好，今晚我们就在山洞过夜。没过多久，两人开着雪地摩托，终于来到了山洞。无蝉，这就是你说的山洞吗？看上去挺不错。是啊，公子，我每次进山都是在这里过夜。陆山的深夜极为寒冷，野兽又多，只有在这里生活才能驱寒和避开大部分野兽。那我们还得去捡些干木材，必须够烧一个晚上的。公子，木材还是我去准备吧，你身子弱，外面不安全。那行，你先去找下干柴，我回去处理一下这只血鸡，待会回来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说完，郑前穿梭回到门前，随后来到厨房把血鸡处理，放进了准备好的高压锅，葱姜、大料、清补凉通通都丢了进去。经过半个时辰的焖制，锅里的香气已经飘散满屋，就连郑前自己也忍不住留下口气。这香味，或许连世仙闻到怕也站不稳脚吧。拥有2阶穿梭能力的我，只是为了在女神面前装逼，二话不说，竟把1阶的血鸡弄回现代烹制。而另一边山洞里已生好了篝火，当我再次穿梭回来，锅里散发出来的香味，就连乌蝉那家都微微惊讶地说道：“好香啊！”乌蝉，你先来尝一下。公子这鸡汤太好喝了，非常的鲜美，这只血鸡肯定吃过棒槌，味道简直是极品。快给我也尝一口。这鲜味果真是极品啊，而且里面还真有棒槌的味道。说完，两人狼吞虎咽的将整只血鸡给吃得一干二净。而此时郑前突然感觉整个人浑身燥热，无比难受。乌蝉那家见状来到郑前身边，只见一只玉手伸出，一股灵气瞬间冲入郑前体内。公子，你这是准备要突破了，我助你一臂之力，不要抵抗，按照我渡气的路线流转周天。郑前虽然不明白自己到底怎么了，但他本能的感觉乌蝉那家不会害他。瞬间，一股气流流转全身，引导着那股热能，按着一条复杂的周天路线运行着。公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只觉得身体变得十分轻快舒适，浑身有劲，一拳可以打飞一头牛。公子，你的状态很不错。无蝉，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恭喜你，你已经进入武者一品了。什么？武者一品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没学什么武功啊！你连喝几天参汤，今天又吃了血鸡，浑身气血被引发。我给你用心法导了气血，行走周天，所以你的身体已经被彻底的拔毛洗髓，有了气，算是踏入了武者一品的层次。此时的郑前听完乌蝉的讲解，还是懵懵懂懂，不知身体有了气是何物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就试试运气，按照我之前引导的路径引气瞧瞧，是不是可以以面喻气了？紧接着，郑前闭眼沉下心意识，果然能感受到身体的经络里有气。这股气其实更像是一股能量，极为神奇。怎么感觉这有点像传说中的内功、真气之类？想不到一只鸡竟然让我有机会成为绝世高手。接下来你就多吃点补气补血的东西，定期行气，品阶就能保持，甚至还会进阶。公子，收拾东西吧，天马上就亮了，咱们天一亮立马继续赶路。公子再走1个时辰左右，我们就会到达飞石村。到了飞石村，离灵湖谷就很近了。飞石村是个村庄吗？这么寒冷和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有人居住？飞石村是唯一在陆山生息繁衍的人，他们几乎人人都是猎户，所以才能在山里生活。你不是想要棒槌吗？他们就有很多。很多？不过他们不会白给你，你得拿东西跟他们换。那他们需要什么？想换什么你知道吗？粮食，他们需要粮食。陆山这个地方常年积雪，粮食出产本身就少得可怜，山里的野兽也不会让他们无限猎杀，所以他们最缺的还是粮食。要求这么低吗？粮食那东西对我来说那还不简单吗？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。行进了大概1个多时辰，两人终于来到了飞石村，而石碑旁站着一个男人，肌肉发达，就跟蓝星那些健美比赛的健美人员一样。无蝉，他们是巨人吗？不是啊，他们是克拉族人，体型比普通人都要高大一些而已。无蝉小姐，这位小兄弟是谁啊？这位是我一个远方的好朋友。大兄弟你好，我叫郑前，初次见面，我也没带什么好东西，这个是我们那边的土特产，你试试。肌肉男接过棒棒糖吃了起来，随后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这是啥？这也太好吃了吧！这叫棒棒糖，如果你喜欢，我这里还有其他口味。就在此时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走了过来。乌蝉姑娘，你终于来了。怎么了，老村长？出了什么事？这么慌张？我儿子石敢快死了。石敢大哥要死了？为什么呀？我儿石敢进山打猎，被一只山甲兽咬断了左臂，现在命在旦夕。乌蝉姑娘，你是懂点艺术的，求您救救我儿子吧。
什么山甲兽？山甲兽又是什么东西？山甲兽的牙齿含有大量噬菌，被它咬的人伤口溃烂，很难救回来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无产，拜托了，你想想办法吧。救人如救火呀！无产，咱们先去瞧瞧那位受伤的大哥吧。好吧，我们先去看看什么情况。随后，一行人来到一间大木屋内，一个健硕的中年人躺在床上，右臂已经齐肩被咬掉，伤口血肉模糊，还溃烂严重。这噬菌的侵蚀也太严重了，除非找到灵草中的去腐草，但这种草陆山根本没有。无产姑娘，我不怕死，我只是觉得不甘心。无产姑娘，难道我儿真的只有等死了吗？我想试试给他治疗，不知道可以吗？公子，你有办法？办法是有，但是不知道奏不奏效，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。这位小友，你若能救活我儿，你就是我们村大恩人。老人家，我会尽力而为。公子，你需要什么呀？无产，你先让所有人都出去，你留下来帮我。对了，让他们烧一大锅热水，还有，再把我的背包拿来给我。公子，你的背包。当郑乾拿出背包里准备的急救箱，却发现里面的药品太少了，根本不够救治之用。看来得去小姨开的诊所接济货。无产，你们稍等片刻，我很快回来。眼前的一幕差点把躺在床上的石敢吓得立刻去世。无产姑娘，她消失不见了。别声张，你只当没看到。好的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而另一边穿梭回去的郑乾此时直接飞奔向小姨的诊所。小姨，快点给我抓点药，我快不行了。小兔崽子一天到晚开玩笑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看一下肠子，我上个厕所。对了，有病人您喊我，懂了吗？这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救人要紧。郑乾看小姨不在，立马冲入药房，随后他拿了一把手术刀，还有双氧水、消毒酒精、麻醉药，还有一大瓶抗生素。做完这一切，郑乾再次消失在药房。无产，你来配合我吧，我动手能力差了一些，你按我说的做就好。好的，公子。先用热水清理他的伤口，再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草药先洗掉。大兄弟，待会你要忍一忍，可能会很疼。没事，我不怕疼，我能忍。那行，我们开始吧。眼前这个男人遭到山甲兽的袭击，已命在旦夕，在所有人都毫无办法之际，我只好用现代医术进行救治。只见手术刀在乌蝉手里仿佛活了过来，创口上的腐肉被他清理得一干二净。真不愧是用剑刀手，即便是换成手术刀也这么出色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乌蝉在我的指导下，在创口上撒了云南白药。到了下午，石敢已经可以下床，像正常人一样蹦蹦跳跳。而此时部落里的猎人队伍也已经回来，在知道是我救治了石敢，所有人都对我恭敬有加。乌蝉姑娘，你们不是要去灵狐谷吗？里面比较危险，我派2个族内的猎手陪你们一同前往。石勇、石凤，你们明天一定要照看好我们克拉克拉族的恩人，不要有任何闪失。族长，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不会让任何东西伤他们分毫。公子，今晚休息好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前往灵狐谷。终于能去灵狐谷了吗？与此同时，另外一边的蓝星上，这个臭小子怎么都不接电话呢？真是太失策，上次让他自己上去了，搞得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住哪里。陈叔，我是明月，您现在在哪儿呢？我想亲自去拜访您。明月呀，你现在来找我也没用啊，我手上已经没有那种参了。那您之前怎么会有一根小参须？既然您能拿到参须，肯定也有办法弄到更多同样的参，不是吗？哎呀，明月呀，实不相瞒，其实那个小小的参须是人家拿来文物院做鉴定检测忘记拿走的，我私自截留下来的。本来想找个时间还给人家，没想到就碰上你爷爷出事，无奈也只能拿来给你爷爷先用了。没想到效果这么好。那陈叔，拿来鉴定检测的那个人你总该知道吧？你把他电话给我，我亲自找他可以吗？这个不瞒你说，我也正找此人，可是不知道搞什么鬼，我打了很多遍电话都不在服务区。没事，陈叔，你把手机号码给我，我自己多打2遍。哎，行吧。不过明月，你打电话的时候态度好点啊，毕竟求人办事你懂的，即便买卖不成仁义在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，陈叔，我不会让您为难的。挂了电话，手机就响起短信，可是打了几次都不在服务区。哼，我每1个小时打1次，就不相信一直打不通。石勇兄弟，你们平时打猎所得到的猎物都有些什么呀？一些兽肉、兽皮，还有棒槌之类。我们会时不时到清风镇去贩卖土货。你们卖了这些东西，都贩什么回来啊？一般都是盐巴、金疮药和粮食，还有一些衣物。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以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，我换给你们。相同的土货，我还可以给你们换取更多的物资。那你能换给我们你用来治疗石敢大哥的神奇白色药粉吗？当然，你们需要什么物资，我就给你们什么。那太好了。石勇和石凤大喜，对我的好感度又增加了几分。随后4人走了没多久，决定停下来休整一下。这叫黑牛功能饮料，可以补充能量。当兄妹俩喝下第一口的时候，惊愕的差点要跪了下来。公子，这个水太好喝了，我从来都不知道水还能这么好喝。公子，我们能用兽肉、兽皮和棒槌跟你换这些好吃的食物吗？当然可以，
还有一种叫方便面的东西，我建议你们也换点这个，那东西的滋味绝对不比黑牛差。你们看那是什么东西？是棒槌。快截住他！这小东西还挺狡猾，你们让开，等我来。只见乌蝉飞身一道剑气射出，草丛和泥土都被掀开，一只巨大的野山参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公子，看来我们运气不错，抓到一颗300年左右的棒槌，给你了。他等下不会跑了吧？不用担心，离开了泥土之后，它就动不了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乖乖，这又是颗紫韵魔王参吧？比上次拿去剑渡那颗还要老一些。好宝贝，真是好宝贝啊！好了，继续赶路吧，再走半个时辰就能到灵虎谷了。不过大家也要小心，灵虎谷是灵虎的地盘，灵虎是那里的王。终于可以看到灵虎了吗？气温只有零下20几度，就连一些动物都变成了冰块，可落在湖边的冰雪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只见湖面上冒着热腾腾的蒸汽，这湖里的水是温的。对啊，雾湖这里常年都是这样。莫非这个湖的底下连着地底熔岩？还是说这个盆地状的大湖其实是一个火山口？公子怎么了？乌蝉，你之前也是在这里捡到的狗头金吗？在下游，沿河往下游走半个时辰就到了，那里是一片滩涂。公子，你说的狗头金是什么？就是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块，形状各种各样，有大有小。这种东西我见过啊，以前在河里抓鱼就淘到过，在下游的沙石堆里才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狗头金很有可能是很久以前从地底火山口喷出来的，然后再流到下游去。那看来这里就是金矿。郑乾观察着周围的地形，越看越是觉得自己猜的没错。可是，在火山口也太危险了，妈的，白高兴一场。我想起来了，你说的狗头金就是金石啊！金石可以在清风镇换铁器和粮食、盐巴、衣物和金疮药等。公子，你也收这种石头？听到这话，郑乾有点无语，想不到这么值钱的金属，在他们这里却只是一种石头。收啊！你要是有，我可以用粮食和各种东西跟你换。之前我们村里的人捡到不少，都拿去清风镇换粮食和铁器了。下次再捡到，我们就给你吧。看来也只能发动村子里的人专程收集，自己想要捡到，还真是大海捞针，得靠运气。就在他思考的时候，忽然间远处传来一声虎啸，那声音穿上云霄，响彻整个灵虎谷，湖面甚至都泛起波动，雾气翻滚。是灵虎，他好像很生气，在发怒。只见乌蝉那家飞身上了一棵巨树树顶，拿着望远镜看向远处，而此时5000米外，一头巨大的水里翻起巨浪大吼，而湖里一头奇形怪状的水蟒牛显出身形，下一秒灵虎冲入湖里，跟水蟒牛缠斗起来。公子，我们赶紧走吧，这里好危险。是一只巨大的灵虎和一头水蟒牛打起来了，打得很凶。咱们再待在这里确实有危险，往后撤出10里再看看情况。随后4人后撤10里，来到了一处山顶上。今天咱们就在这里过夜，看看那只灵虎和水蟒牛大战的情况。这里地势比较高，应该是比较安全的。很快，郑乾搭好帐篷，拿出简易灶，准备煮方便面。可能是加了棒槌的缘故，没过多久，锅里就散发着阵阵的香气。公子，这是什么？怎么那么香啊？这就是我说的方便面，很好吃的一种食物，而且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那就是可以长时间储存。那我们也要换这个。我们村的仓库里储存了不少瘦肉和棒槌，狗头金也有一些，我们可以用它们来换。啊，对，回去我就跟老村长提。郑乾一听，心里高兴不已。他也没想到几包方便面就把这两兄妹给馋哭了，连村里仓库的存货都说了出来。没问题，方便面你们想要多少，我有多少，都可以换给你们。接下来3人看着已经煮好的方便面，都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转眼化身干饭人。郑乾看着心里也特别舒畅。看来有时候收买人心真的很容易，只要能照顾好他们的肚子就行。石友、石凤，我们暂时还要在这里等待，反正没事干，要不你们现在就去挖点棒槌吧。没问题。猎人出身的兄妹俩，挖棒槌对他们来说并不难，两人没有任何犹豫，转身便离开了此地。公子，我去周围转转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。而下一刻，郑乾嗖的一下窜了回去。宋警官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药房里真的丢了不少药，绝对有小偷光顾了，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出这个小偷，谢谢了。张医生，这街道外的摄像头我帮你看了，根本就没有人进入过你的诊所，除非你的东西是白天丢的。不可能，白天我都在诊所上班，不可能有小偷进我的药房。话刚说完，郑乾就从药房走了出来，还若无其事地对张雅丽打招呼道：小姨，你干嘛呢？对了，你的充电宝借我用一下，我手机没电了。我说小郑，你怎么会从我药房里出来的？那个……看郑乾支支吾吾半天，张雅丽又问道：我问你，我药房里丢失的一些药品是不是你偷的呀？小姨，说偷多难听啊，我就拿了一些，你别这么小气啊，最多我给你钱就好了，你连宋警官都找来了，至于吗？前一阵子还有人说郑乾穿个大裤衩就裸奔，我还不相信，现在看来这真的是有病。那我还有事，既然是误会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们俩。你这个小兔崽子，敢偷我的药，你倒是说说，你拿我那么多药干嘛去了？还有，这是药，不是零食，随便用药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小姨，我没乱用，只是不小心踢到，碎了一箱就扔了，我赔钱还不行吗？别这么激动。哼，谁要你的钱？真是的，丢我的药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害我还找来宋警官。对了，小姨，你觉得宋警官这个人怎么样？我听说他刚跟女朋友分手，现在是单身哦，要不你跟他谈谈恋爱？他
他现在哪有心情谈恋爱？为什么没心情？你们两人都是单身，男未婚女未嫁，谈恋爱怎么了？他爷爷80几了，还病得挺厉害的。前几天还找我开中药方子调理身体，我连长白山参都用了，也没什么起色。这个时候，你觉得他哪还有那心思？什么？郑爷爷不行了？人老了毛病就多，身体机能就衰退的厉害，就像机器，时间久了就各种毛病一个道理。可怜宋警官要成为孤家寡人了。我记得宋爷爷好像是老刑警，破过不少大案，为社会和人民做过不少贡献。还有宋警官他爸也是位缉毒警，后来牺牲了，没错吧？不错呀，小伙子，难为你还记得这些。怎么不记得？郑爷爷在我小的时候经常讲他以前抓坏蛋的故事，街里街坊的。过2天我想去看看他。你想去的时候跟我说一声，我带你去。老人年纪大，气血衰退，喝点正宗的紫苑龙王33水，应该能让老爷子回魂。随后，郑钱趁着小姨忙碌，偷偷顺走了充电宝，进了药房，再次回到了一姐。而此时，乌禅那家和石家两兄妹也一起回来了。乌禅手上还拿着2块狗头金，公子，这个给你的。虽然这2块狗头金都比较小，但依旧很值钱啊。公子，这些是你要的棒槌。而石勇把一个大布袋直接给扔了过来。只见郑钱好奇地看了一眼，便露出惊讶的表情。这里边装满了棒槌，只不过这些棒槌都比较小，但数量也太多了吧？这次想不发财都难，N个千万富翁是跑不掉了。乌禅那家看着郑钱露出的惊喜之色，已经见怪不怪，只觉得他有些逗，好像一个土包子，十分有趣。这些东西我先收了，给我几天时间，我回去之后立马准备物资给你们送过来。石家兄妹听完这话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他们现在对他十分信任，并不觉得郑钱会骗他们。你们等着，我请你们吃大餐。说完，他喜滋滋进了帐篷，嗖的一声消失不见。回到蓝星的郑钱把棒槌和2颗狗头金藏在了药房里，随后他又偷偷的溜了出去，来到了一家饭店，打包了5道硬菜，还搞了3瓶苹果醋。做完这一切，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，再次回到了一姐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这些菜肴。这个红烧肘子非常的香，还有这个香芋扣肉，肥瘦相间，吃起来十分过瘾。这个是烧鹅，还有这个是东坡肉，这是红烧土豆焖鸡。石家两兄妹看着满桌子热腾腾的菜肴时，都露出惊讶的表情。乌禅那家更是一脸惊喜，上次他就吃过烧鹅，对这道菜念念不忘。吃吧，都别客气。没过多久，4人一个个打着饱嗝，相视欢笑。小餐桌上就像刮过12级的龙卷飓风，风卷残云，就连3瓶苹果醋也被喝光。公子，这些绝世美食你是从哪里弄来的呀？这个你们就别问了，有的吃就行，问这么多，下次可就没了。不问，我们不再问了。这是公子的秘密，你们要为公子守密，懂吗？也不知道那头灵虎跟水蟒牛打得怎么样了。我去看看。乌禅那家飞身上树梢，用望远镜眺望着前方的湖面，观察一番后又跳了下来。那边已经没动静了，应该是不打了。都休息吧，明天一大早咱们过去看看。于是乎，郑钱和乌禅那家盘膝休息，而石勇和石凤则在营地外围轮流值夜。第2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4人就收拾好东西，向着之前灵虎和水蟒牛打斗的地方前过去。没过多久，4人到了2灵兽大战的战场。只见雾湖边上到处都是巨大的深坑，一片狼藉，可以想象当时大战有多少的激烈。这里有血块，已经冷得凝结了。这血块散发着一股香气，这应该是灵虎的血。你们看那边还有好多，快收集起来，这些灵虎血有大用。郑钱知道这种灵虎之血是好东西，绝对的大补。因为乌禅那家曾经说过，这个世界的灵物极其罕见，只要是入了灵的，都不是凡品。随后几人把周围2公里的灵虎血都收集了起来，看着好几个已经装满灵虎血的玻璃瓶，郑钱不禁感叹道：这头灵虎是不是受了重伤？有可能，但即便受重伤，也不是我们能招惹的。走吧，咱们离开这里，我总感觉待在这里心里发慌。老村长一开口就是1000斤大米和100斤盐巴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求男子赠送一些铁器和金疮药。这无理的要求，一般人都不会答应。可男子却毫不犹豫地说道：没问题，不过准备这些东西，我需要一些时间。要多久？大概7天到10天吧。为了留出余地，他说了一个十分保守的时间，这样他才不会失信。毕竟跟飞氏村的并不是一锤子的买卖，往后还有更多，所以他必须把自己的信用经营好。老村长听到郑钱这么说，立马松了口气，这点时间还是能等的。那没事，几天时间我可以等。不知道公子需要什么？野生的山货我都需要，比如狗头金、棒槌、兽肉、兽皮、虎骨等等。当然，木材我也需要。木材？你是说这山里长的树木吗？对的，不过我现在还不清楚需要哪一种木材。我得再研究研究才能定。目前我最需要的就是狗头金、棒槌以及虎骨。明白了，这些东西我们村子都有一些，我可以给公子，但希望郑公子您也可以信守承诺，给村子换能度过极寒凛冬所需要的食物，以及衣物、铁器、金疮药等等。没问题。紧接着，老村长带着郑钱来到猎役厅，石勇和石凤早已等候许久，在他们旁边那巨大的桌子上还摆放着一堆东西。郑钱仔细一看，直接目瞪口呆，紫韵龙王参，而且还不止1颗，估计都在300年以上。当然，还有5块跟碗碟大小的狗头金，另一侧更有2张泛着神秘光泽的9尾狐皮。公子，我想把这些都换成粮食、冬衣，还有铁器、金疮药、盐巴等，不知道能换多少？你想换多少？老村长犹豫一会，开口道：粮食我想要1000斤，盐巴100斤，能御寒的冬衣50套，铁器我想要一些刀剑和弓箭等，还有你用来治疗实感的金疮药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事实上，老村长要的东西并不多，比起这些东西的价值，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。
所以不管老村长提出要什么，郑钱都不打算讨价还价。随后郑钱又对不远处那副完整的虎骨架指了指，说道：“这副骨架也换给我怎么样？我额外再多给你们弄500斤粮食。”可以，这是咱们的第一次合作，这些交易的东西就先放在这里，几天后等我把物资都运送来，你点货满意了，我再拿走，没问题吧？老村长表情有些错愕道：“这些东西你不先拿走吗？”不了，等我把你们需要的东西送来，你们满意了，我再拿走它们。毕竟交易嘛，必须买卖公平，双方满意。好，只要这次交易成功，双方都满意，那您就是我们飞石村最受欢迎和尊敬的朋友。接下来客套了几句之后，郑钱和乌禅那家就返回了临时住所。那家，你可以在这里等我几天吗？我想现在就回去给老村长准备他需要的物资。可以，我在哪里都是修行，索性就在这里待个10天吧。郑钱临走还不忘把门外那一大捆树木样本提带上，随后嗖的一声消失在了原地。他回到蓝星，立马打开手机，未接来电75个，其中有60个竟然是之前一个叫什么明月的女人打来的。他忍不住吐槽道：“我靠，这个女人可够执着的。不过文物院那个陈老头实在太不够意思了，之前说替我保密，还拍着胸脯保证过，可转眼就把我的电话告诉了别人。”随后他又拨通了好友的电话：“耗子，青春大排档，叫上陈玲，我有事跟你们俩说。”半个小时后，3人来到青春大排档。郑钱，你别告诉我这几天你消失不见，就是去棒子国整容了吧？整容？我哪里来的钱整容？来，随便捏，看看是不是原装的。你们要是能捏出软骨垫片来，算你们赢。耗子一听，竟然真的想要伸手去捏，只见郑钱一拍他的手，说道：“去你的！你上厕所洗过手了没？”我们3个从小玩到大，可我看你这些天变化怎么那么大？脸变白了，线条变得分明了，身材好像也变了，不但高了，还长了肌肉。郑钱自然知道原因，但他只能随便找个理由说道：“嘿嘿，我去健身房锻炼了，要不然你们以为我怎么变好看了？先不说这个，今天叫你们出来，最主要不是喝酒，而是有正事。”行，什么正事？你说。是这样，我接受了某个民间组织的委托，马上要采购一大批物资，送往最西部的贫困山区，我需要你们帮忙。郑钱用了自己之前想好的借口以及措辞，陈琳和耗子听了也是一愣，异口同声的说道：“你在开玩笑吗？”谁开玩笑了？你们看我像开玩笑吗？我这是在帮别人做慈善，不行吗？不是，这不像你啊，做慈善感觉有点不真实。你们误会了，那个民间组织是做慈善，而我不是，我是拿钱办事。陈琳和耗子一听有报酬，立马渐渐的说道：“其实报酬不报酬的无所谓，作为死党哥们，3剑客帮你是义不容辞的。”我说挣钱，你怎么接到这种活啊？要知道采购物资的都是肥差。这个你就别打听了，我是跟人家签了保密协议的，你们啊只管干活拿钱就成了。行，我们不问。对了，你家是酿酒的，酿酒就需要粮食，这样你去帮我采购大米，我要的量有点大。你就说想要多少斤吧。只见他伸出一根手指，淡定的说道：“1000斤。”我以为是多少？1000斤哪算量大？难道1000斤量还不大吗？不大，我家酿酒作坊酿一次酒就要3000斤粮食，如果是1000斤粮食，出酒也不过300多斤而已。这样啊，原来1000斤粮食这么少。对啊，民间有3斤粮食1斤酒的说法，所以这1000斤粮食真的不多。我记得老村长说过，还要用那些东西换1000斤粮食，100斤盐，能御寒的冬衣50套，铁器要一些刀剑和弓箭等，还有云南白药、酒精，还有一些消炎和抗生素药液等。现在看来，这些东西加起来真的不多啊，感觉自己好像有点黑。算了，粮食类就外加1000斤红薯好了。这1000斤只是大米，我还要1000斤红薯。红薯你弄得到吧？可以弄到，没问题的。行，你核算好价格，报个价给我就成。我额外给你货款的10%做报酬，这次只是第一笔，量小了些，下次轻车熟路了再搞一笔大的。行，没问题。我还要采购一些压缩干粮，一些肉罐头，还有100斤盐，50套最大码的冬衣、鞋子、袜子等。对了，还有一些药品，比如云南白药、酒精、消炎和抗感染类药物。一些硬核的大刀、剑、弓弩也要一些。就在3人讨论物资的时候，此时不远处的马路边上，一名戴着墨镜的男人正远远盯着郑钱。大小姐，您要找的那个人出现了，我正盯着他。很好，待在原地，我马上就到。是，大小姐。好一只迷人的小妖精啊！只见不远处，一名身材窈窕的女孩从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轿跑上走了下来，让旁边的路人纷纷侧目，露出难以启齿的欲望。殊不知，下一刻，女人竟向这边缓缓走来。她向我走来了！我的妈呀！难道我的魅力有这么大了吗？郑钱顺着耗子的目光看去，只是扫了一眼，就挪开了目光，撇撇嘴说道：“耗子，眼睛别乱瞄，跟个色狼似的。这可是极品美女，你别装。”说实话，郑钱还真没装。虽然这名美女看起来有几分姿色，但跟乌禅那家比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，因为后者太像仙女。自从遇见乌禅后，郑钱对蓝星上的美女就已经免疫了。您好，您是郑钱，郑先生是吗？我找你找得好辛苦，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了。此时3人都有点懵逼。你是谁？我认识你吗？郑钱的语气有些硬，他的不上道让耗子有些炸毛。没想到的是，美女并没有一点厌恶的表情，反而笑意应道：“认识，我给您打过20几个电话，都没联系上您，唯一打通的那一次，您还挂了我电话。对了，我叫甄明月，我是通过文物院的陈叔叔要的您的电话。之前确实有一个叫什么明月的女人疯狂打我的电话，原来就是眼前这位。”看郑钱没说话，甄明月从口袋里拿出名片，落落大方的说道：“这是我名片。”
郑先生，我真的带着诚意想跟您好好谈一谈，您看我们现在能不能单独聊聊？镀金的名片上写着明月集团4个大字，要知道这是南都的明星企业，1等1的南都内税大户，其集团创始人真武更是白手起家的传奇人物，在商界流传的很多他的事迹。真武真老爷子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爷爷。郑钱倒抽了一口气，他一改冷漠的表情，有些尴尬道：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开始不知道你是甄家的人。对了，你想谈什么？甄明月看郑钱态度转好，有些欣喜，刚准备想说明来意，郑钱又开口说道：今天我跟朋友喝酒，不想被打搅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明天我们再约。甄明月好不容易见到郑钱，哪里肯让他这么容易打发？他忍不住道：相见即是朋友，我跟你们一起喝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那简直太好了，甄小姐，你真的是真武甄老爷子的孙女吗？对了，电视上说你爷爷的身体好像……只见甄明月低头打断说道：唉，电视上说的是真的，我爷爷身体有些糟糕，可能。郑钱3人自然明白了对方的说不下去的原因。从古至今，人类吃五谷杂粮，生老病死必不可免。所以郑先生，我想求您一件事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你就别说您啊您的了，听得怪别扭的。想来我们几个年纪都差不多。哎，喝了这杯酒我帮你。您说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你以后叫我名字就好了。好，挣钱，那咱们干一杯。只见甄明月二话不说，举起酒杯，一口闷了下去。其他人也都一口喝完。今天就散了吧，明天你们抓紧去办事，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。你跟我走。两人点头，古怪的看了甄明月一眼。就在两人转身要走的时候，郑钱想起一件事。耗子等等，你也跟我走。就这样，3人谁都没说话，走了大概10分钟。甄明月看着眼前的出租屋，一脸不可置信。之前就听陈叔说，他从郑钱手里买了1块狗头金，给了350万，所以他应该不缺钱才是，怎么住在这乱七八糟的城中村里？随后3人来到了住处，郑钱从房子里拿出一捆木材，对耗子说道：这东西你拿回去，帮我看看都是什么树种，值不值钱，完了给我打电话。好嘞。送走耗子之后，郑钱就把甄明月带进了出租屋。好吧，现在可以跟我说说你爷爷怎么样了？医生说我爷爷年纪大了，再加上各种老年基础病存在，现在只能是等日子了。看来他爷爷真武真的没多少日子了，即便是一代传奇，也逃不过生老病死的宿命啊。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有，我爷爷是年老了，器官衰微，导致各种基础疾病催生，才危及生命。弥留时，与我爷爷交好的一位世家中医狄老，给我爷爷用了你留在文物院拿来鉴定用的生虚，结果把我爷爷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现在算是缓回了一口气。说起来，我还要谢谢你。说完，甄明月就站起来，真诚给郑钱鞠了一躬。没事，这也是甄老爷子洪福齐天。狄老说，如果有更多的那种极品生，我爷爷不仅可以救命，还有可能调理到健康的状态，所以我才通过陈叔叔找到的您。你说的狄老是？他是南都中医大学附属医院的院长，家里往前推3代都是中医，算是中医世家，在调理身体方面医术极高，西医是望尘莫及的。狄老说你的那颗生年份至少300年，堪称国宝都不为过，可以说价值连城，不仅仅可以吊命这么简单，拿来入药，甚至可以把生命技能衰微的将死之人补回气血，填补流失的精气神，让人起死回生，甚至返老还童。卧槽，我居然不知道南都还有这样牛的老中医，不仅能用自己留在文物院做检测的一根细小肾虚就会濒死的人，还能判断这颗肾的不简单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我知道我的要求很过分，而且十分冒昧，但为了救我爷爷，我也只能厚着脸皮来求你，把那颗国宝生卖给我。他叫紫韵龙王参。紫韵龙王生，好霸气的名字，犹如生中的王者，也难怪这颗生会被狄老这么推崇。我知道这样很冒昧，但请你看在我一片孝心，想要拿来救人的情分上，把它卖给我吧。甄明月说话的语气显得底气不足，因为他就算身家过亿，这种级别的参也是国宝，可遇不可求的东西，已经完全不能用金钱来衡量。这次也算他运气好才遇到，所以他即便觉得理亏，也要硬着头皮开口来求。为了爷爷，就是对方要什么，有什么要求，我都会答应。只见郑钱蹙眉盯着甄明月，突然叹口气，什么都没说，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颗巨大的宝参。这么珍贵的宝参，居然就这随便的存放，这也太不把宝参当宝贝了吧！此时郑钱又从柜里拿出一本文物院的鉴定证书，丢在桌子上。我本来是打算把这颗紫韵龙王参卖给文物院的，但陈老又说文物院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我才想着准备拿去拍卖。不过既然你找到我要拿这颗参来救命，那可能这颗参真的跟你有缘，这也许是天意，所以这颗参你拿走吧。郑钱整个人宛如神棍一般，说完他的手还轻轻抚摸了紫韵龙王参几下，实际上就是压着紫韵龙王参，防着眼前这妞不讲武德，真的直接把参拿了就跑。陷入感动的甄明月并不知道郑钱的心思，瞬间对郑钱的好感度也蹭的直接爆棚。谢谢你，放心，我现在就给你写现金支票，不过我能开的现金支票权限只有3000万，但只要我爷爷是真的好转，到时候我会亲自再奉上2000万。郑钱接过现金支票，在经过确认后，他笑盈盈地说道：谢谢。该说感谢的应该是我代我爷爷还有整个明月集团谢谢你。金主走后，郑钱拿出那3000万码内的现金支票。奶奶的，老子现在也是有钱人了，可是现在要经常穿梭2界，这里人多眼杂，没有任何好处，看来要换个私密性很高的别墅了，关起门来干什么都不会有人知道，2界倒腾物资也隐秘和方便。
就在他规划接下来的任务时，手机就响了起来。打电话给我干！这小子，郑钱接起电话，就听到耗子激动的声音传了过来。郑钱，不好了，你给我的那批木材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男人有个奇怪的习惯，每次进村都会用3斤红薯向每家每户置换1根木头，然后带回现代。他这一行为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解，以为是天上掉下的馅饼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他带回去的那款树种竟被鉴定为珍贵的金丝楠木。要知道这些级别的木头，别说砍伐，就算随便折断1根树枝，在龙国都是牢底坐穿的存在。你那天带回来的那几根木种还有没有？还有几根，不过都是我朋友的。我的客户说了，如果是完整的木头，他可以按树龄大小最少每吨30万到50万一吨收购。什么？你给我的那2根木种，鉴定的结果是极品金丝楠木和珍贵的紫杉。听完此话，耗子想起那剩下的几根树种，怔怔发愣，完全是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。郑钱，你给我的那捆木头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我是让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值钱的木头在里边。有，当然有，而且大部分都是珍稀木种，有的稀罕程度我都从来没见过。不过你去哪里砍伐的这些珍贵木材啊？我跟你说，里边有些是国家保护木种，别说砍伐，就是折断1根树枝都是要踩缝纫机的啊。什么？还要坐牢？你确定？废话，我当然确定。你知道你那捆木材里都有什么吗？我知道个锤子啊，知道还用你帮我看啊？行，知道你不学无术，告诉你吧，里边有紫杉、金丝楠、雪松，甚至还有一些楠木和檀木，每一样都值老鼻子钱了。还有好几种木材也极好的，但我从来没见过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树种。郑钱有些兴奋，紫杉和雪松他不懂，但金丝楠他懂啊。明清故宫里的龙椅就是金丝楠木做的，可以说年份大的金丝楠木堪比黄金，正所谓1寸木材1寸金。耗子，那我问你，你说的那个金丝楠多少钱1斤啊？木材一般都按吨算好吧，树龄短的30万到50万一吨，树龄如果超长，那就值大钱了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就在几年前，贵州一位姓曲的商人以1700万买到了一棵被雷劈死，但树龄高达4000年的金丝楠木。这棵楠木经加工后放在景区展出，立刻就被很多富豪看上，想要购买这棵树，最高价甚至出到了2.5亿元人民币。郑钱一听，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尼玛，一棵破树也这么值钱？在异界可到处都是这类树，估计树龄怎么也有上千年，甚至数千年了吧？这次真的发财了。那耗子，你确定那捆木材里有你说的金丝楠？这不是废话吗？我家是专门干木材加工的，能不认识金丝楠？我告诉你，木纹纹理精美而细密，木纹中还有细细的金丝，而且有一种特殊的香气，所谓千年沉香，万年奇楠，说的就是这种金丝楠木。好了，你就说它值钱就行了，拽这么多纹都是废话。行，我就不相信了。难道你还有门路能拿到金丝楠？有啊，给你的那捆木材我可以弄得更多，你都不知道，为了砍这些木头回来做个样品，我手都酸了。什么？你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这捆木头真的是你亲自砍的？但下一刻，郑钱又觉得不能牛逼吹得太过，因为自古装逼都没好下场。好了，别就问问题了，再问我也不会说，你只要知道我可以弄到很多这种木材就行。好吧，那你弄到这些木材价格怎么样？是不是高于市场价？不要钱，漫山遍野都是。不对，我是说很便宜，绝对低于市场价的50%以上。郑钱随口说了一个数字比例，毕竟2界运送也需要时间成本、技术成本，而且还会累个半死，这个也算体力成本。就在郑钱和耗子东拉西扯时，而另一边，甄家小庄园内，一名头发花白的唐庄老头正斜躺在一张豪华大床上，旁白站着一位中医圣手。只见他激动地说道：不错，就是这颗生，人间极品啊，说是国宝都不为过。嫡兄，依你看我的病，你的病只是表象，真正的原因是机体开始老朽，气血亏虚，整个人精气神不足。以我对这颗宝参的判断，要把你彻底调理好，让你恢复到10几20年前的精气神是完全有可能的，而且调理到那个程度，估计都动用不到这颗宝参的1/3。事实上，如果郑钱在这里，他敢肯定，调理好甄老爷子绝对都用不到这颗参的1/10。世人对这颗参都估计过低。低了，那个人说这颗宝生叫紫韵龙王生。紫韵龙王生，这名字果然霸气。宝生有名，紫韵龙王，当之无愧也。明月，你一定要帮我好好谢谢这位校友。我明白的，爷爷，我明天就再给他送2000万过去，您放心吧。好了，今晚先好好休息，明天一早我亲自去抓药煎药。郑钱又花了2000多万全款买下了一套独栋别墅。到了下午，2卡车来到了门口，上面装满了物资。紧接着，他又将收集好的物资转移到地下仓库。随后，嗖的一声，所有东西瞬间消失。公子，这是传说中的花纹钢吗？你竟然知道这等钢？你说的钢是不是比铁剑和青铜剑都更加坚硬、更加锋利？当然，要不然怎么能叫钢？乌禅那家突然左手抽出自己的黑色玄铁剑，右手拿着花纹钢剑猛地对斩，咔嚓一声，只见黑色玄铁剑应声被切断2半，切口非常平整，而花纹钢剑一点缺口都没有。这一幕让乌禅那家震惊不已。好剑，真是绝世好剑。既然你喜欢，那就送你了。对了，这里还有很多东西，你先选，喜欢什么就拿什么，晚点我再把剩下的交给老村长。你真的要把这么名贵的绝世好剑送我，还让我选这里的东西？不就是几把地球上的冷兵器发烧友导出的几把合金钢破剑吗？
怎么就成了名贵的绝世好剑？这里还有几十把剑和刀，你再检查检查，看看成色是不是都差不多，选几把最好的，咱们自己留着，剩下的再给老村长。乌禅那家点头，兴奋地开始检查所有的剑和刀。公子，这些刀和剑都是绝世兵器啊，我选不出最好的来，每一柄都巧夺天工。就这里的绝世兵器，随便2把都能抵得上老村长换给你的东西。难道这个世界的冶炼技术和锻造兵器的技术这么低？尼玛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这些合金刚弄出来的冷兵器确实很强，也很值钱。我擦，之前我怎么没想到这个情况？那我们只留下2把大刀和1把弓弩，还有这箱箭头，其余的你都帮我搬进屋里收起来。就在这时，老村长带着一群人走了过来，看到这么多的物资，就激动异常。刚接到消息，知道公子您带着物资回来了，老朽就带着族人赶过来了。公子您辛苦了。不辛苦不辛苦，应该的。公子，既然马上要交易，咱们能不能到祭坛去交易？毕竟这对于我们飞石村来说是一件大事。可以，既然是大事，那当然要祭高祖先和神明。随后几辆木头板车就拉着物资来到祭坛，四周已经站满了人。他拿着一个话筒，笑吟吟说：老村长，各位村民，你们看啊，这一堆东西叫大米，还有这个叫红薯，都是1000斤。对了，这个叫方便面，很香的哦。来，我来教你们怎么食用。郑钱刚把麻把10袋方便面丢了进去，还加入调料，一股浓郁的香味散发出来，弥漫全场。方便面的香气实在太浓郁，让周围直接躁动起来。这是方便面，我吃过，哈，香吗？等会儿吃到嘴里，能让你们把舌头给咬下来，哈哈哈。公子，这东西您刚才说叫什么？方便面也是属于干粮的一种，可以直接嚼着吃，但最好吃的还是用水煮开，加入调料包就会变得非常香。公子，好了没？老朽想立刻吃上一口，真的有点忍不住。好了，可以装碗了。随后村民迫不及待的都吃上了一口，每一个人露出迷醉和幸福的表情，面和汤是一滴不剩，有的还一直舔着碗。土包子，真是一群十足的土包子。老村长又尝过香喷喷的白米饭、宋小黄鱼和红烧肉，郑钱笑吟吟道：怎么样，我带过来的这些粮食都还可以吧？好，都是绝世的好粮食。我这辈子活了200多岁，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，没有白活，真的没有白活。老村长说完，居然哭了起来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！那个东西还没展示完呢，先别哭。公子，刚才实在不好意思，太激动了，老朽大大的失态，您可千万不要介意啊。理解，我几天没吃饭的时候见到肉也这么失态。随后郑钱拿过一箱米酒，倒了一碗给老村长。老村长闻到酒香，有些惊讶地问道：公子，这是酒？跟你给我的酒味道不大相同，您先喝，看看怎么样？老村长立马忍不住一口喝完，顿时他涨红了脸，因为一股浓烈的味道涌入喉咙，整个喉咙火辣辣的，胃部暖洋洋像火烧，十分的舒服爽利。公子，这个酒竟然没有苦味，还甘甜，而且劲这么大，好酒吧，绝对是绝世好酒。老朽活这么久，就没喝到过这么带劲、这么香喷喷还这么好喝的酒，不白活，不白活啊！这酒我带了500斤，其实这个正确的喝法应该是把棒槌烤干，然后放到酒里浸泡1个月到3个月，那才是绝世好酒。随后郑钱又把一个白色袋子递给老村长。老村长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您沾上一点尝一尝。老村长迷惑，不由用手沾了一些放到嘴里。公子，这难道是？别人送礼都是黄金白银，而男子只送2元钱1袋的雪盐，不但没有被嫌弃，而且还让全村百户人家都视他为神明。原来全村人都有个癖好，煮饭前都会用一种白色的粗盐石头磨成粉倒进菜里。粗盐有毒，但不吃盐的人就会全身乏力，久而久之，所有人都有中毒的症状。公子，这是盐？我的天啊，这盐怎么这么纯这么细？这是传说中的雪盐吗？这盐真的好纯，居然没有海水的咸味和苦味。对，这就是雪盐。怎么样？这里有100斤，不错吧？随后郑钱又乐此不疲地介绍着各种药品和服装，村民全程露出震惊的表情。最后他又向老村长展示了强弩的威力。这是神器啊！神器？这算哪门子神器？要是我能弄来一堆热武器，那不是要吓死他们？待所有东西展示完，他随后又问道：老村长，怎么样？对我带来的这些东西，您和村里人都还满意吗？满意，绝对满意，这些都是绝世好物。满意就好啊。可是老村长，相比这些，您给我的东西就差了点意思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不？老村长立马露出尴尬的表情。懂，公子您带来的这些东西确实价值100倍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把我们村这些年来积攒的一些山货，还有狗头金全都给你，希望您能全部换给我们飞石村。此时在场的所有人带着希异的眼神看着郑钱。都有什么山货？拿出来我瞧瞧。只见老村长对石敢做了一个手势，很快他提着2袋东西走了出来，袋子打开，郑钱整个人都傻眼了。其中一个布袋里装着一块如同磨盘大小的狗头金，郑钱上前用手提了提，居然丝毫不动。估计这块狗头金至少有数百斤重，而另一个袋子都是巨大如同拳头般娃娃形状的紫韵龙王参，一看就知道比之前300多年的宝参还要老。这是400年份的棒槌，应该是只差一步就化形成灵物了。妈的，这是重宝中的重宝啊！这个老村长实在太大方了，
这2袋东西加上之前的，收获大大。这一趟真的不亏。好，这些东西我就收下了。随后，郑钱和乌禅那家返回到了临时住所。回到住所后，他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。此时，别墅的地下室里摆满了从异界弄回来的土特产，8块特大的狗头金，几颗快成灵的紫韵龙王参，一副散发虎威的虎骨骨架，人形何首乌一只，几棵不知名的古怪植物等，还有一头类似小麋鹿般的凶兽。这次真的发大财了。据实感说，这头凶兽因为年幼，所以肉质还十分细嫩好吃。公子，今天我打算返回山妖木屋了。你要回去，我自然要跟你一起走，毕竟这里的交易也做完了。随后2人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，刚出小屋就看到石勇、石凤朝他们走过来。石勇兄弟，石凤妹妹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跟乌禅马上就要回去了，麻烦你们转告一下老村长。啊，这么快？许多宝子都在问小说在哪里看，打开番茄搜索郑钱穿越记，第一个就是点开即可免费观看。公子，你们这是要走了吗？只见老村长携着一众村民出现在眼前。公子，乌禅小姐，你们一定要常来啊！飞石村永远欢迎你们。会的，我会常来的。公子啊，这一次多亏您帮了我们飞石村，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。对了，以后若是飞石村还想跟公子您做交易，不知怎么才能找到公子。这个简单，我会一直跟乌禅在一起。你们要是想找我，就让石勇或石凤去乌禅的木屋，或者去清风镇。还有，你们需要什么，给乌禅带个话也成。我收到信息会想办法给你们把货带来的，省得你们来回跑。好，这个好。很快，在老村长的目送下，郑钱开动雪地车载着乌禅那家离开飞石村。到了晚上，2人终于赶到了山壁洞穴的宿营地。公子，回到大木屋，我想休整几天就回清风镇了。啊，这么快？你不是说要在鹿山修行几个月的吗？本来是，其实我每年来鹿山，只是想帮助飞石村的村民度过寒冬，但没想到你轻轻松松就把粮食问题给他们解决了，所以我再留下来也没什么用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不明白，你跟他们有渊源吗？为什么大老远的跑来帮助他们？自然是有渊源的。我爷爷当初进入鹿山深处，差点死在里边，幸亏有老村长进山打猎，这才机缘巧合把我爷爷救了回来。爷爷临终之前特意嘱咐我，让我帮飞石村，所以这几年每次凛冬到来之前，我都会到这鹿山来。乌禅那家的娓娓道来，郑钱也算是明白他一个人住在这鹿山的真正原因了。到时候我跟你回清风镇，我早就想看看鹿山以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公子，你是真的没有去过除鹿山之外的地方吗？真的呀，我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就在你床上，你当时还想用剑刺我，后来的事你都懂的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以为你是登徒子，而且要是让别人知道我们曾经那样，我是没办法嫁出去的。知道，没关系，你嫁不出去，我娶你。乌禅那家涨红脸，白了郑钱一眼，摇头说道：自古婚姻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公子您怎么能说的那么简单？在我看来，两情相悦才是最主要的，其他都是小节。乌禅那家叹了口气，说实话，他也很纠结。他已经到了说媒出嫁的年纪，现在他确实对郑钱也怀着一丝莫名的情愫。但是公子是仙界来的人，我怎么敢有那种非分之想？所谓男女授受不亲，如果我把公子带回去的话，那就是乌禅家的姑爷了。我该怎么向父母介绍一个来历不明的人？他们肯定是不会接受的。只见乌禅那家思绪万千，思考良久后，他红着脸道：公子，你确定真的要跟我一起回清风镇，回我乌禅家？对啊，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，不跟着你我跟谁？你该不会是想把我丢下吧？不是，我怎么会丢下您？只是，算了，那你就跟着我好了。这才对嘛，江湖儿女，言出必详。乌禅那家点点头，再次盘膝捏起手印开始修炼。郑钱也进了帐篷休息，而此时乌禅身体周围的气场引来了几条小火蛇的觊觎。只见他右手突然一挥，几个剑花凭空出现，3条火红色的小火蛇已经一刀两断，其中一条火蛇虽然被斩断头颅，但蛇头突然翻转，躲过劲风扑向乌禅那家前胸。乌禅那家猝不及防的被蛇头咬中，整个人一脸惊骇的直挺挺倒下。郑钱听到动静，连忙冲了出来，扶起倒地的乌禅那家。只见他脸色发白，气息微弱，他心口的衣服上还渗出一颗猩红的血滴。那家，你怎么样？腰带里有一瓶解毒丹，拿一颗让我服下。郑钱连忙翻找，终于在他腰间的一个小袋子里找到了一个瓷瓶装的绿色小丹丸，飞快倒出一颗，立马塞到了乌禅那家的嘴里。快帮我把衣服脱了，把毒液挤出来。乌禅那家说完，直接晕了过去。随后郑钱手忙脚乱给对方脱上衣，因为不知道怎么解，又为了抢时间，慌里慌张的直接把对方上衣扯坏了，一对巨大的山峰显露在眼前。真的好宏伟，不是好鲜红的一滴血。紧接着，郑钱一咬牙，直接俯身亲口上阵。几分钟后，黑血流尽，红色的鲜血渗出来，郑钱终于松了口气。能看到红色的鲜血，看来毒已经挤得差不多了。看着乌禅的气息稳定不少，郑钱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一半。而就在此时，洞穴外传来了一声凶兽的嚎叫，紧接着他又听到了虎吼。卧槽，该不会是那只斑斓灵虎吧？不过这里距离灵虎谷如此之远，应该不太可能。就这样，郑钱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守着乌禅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。我靠，
难道是我也中毒了？郑钱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发现嘴和舌头都肿了起来。就在他郁闷时，后背传来乌禅那家的声音：“公子，你醒了？昨晚谢谢你救了我。”不谢，我应该的。对了，你感觉身体怎么样？我昨晚好担心你醒不过来。没事了，只是身体还十分虚弱，回去之后可能要静养几天了。这就好。此时乌禅那家看到郑钱的嘴巴，随即扑哧一笑，这一笑端地是倾城一笑百媚生，郑钱直接都看呆了。你嘴巴这是怎么了？那个还不是担心挤不完毒血，所以用嘴巴吸嘛，你懂的。乌禅那家一听，顿时涨红脸，红得像天边初升的朝霞。随后他又把一粒绿色丹丸递给了郑钱，这是解毒丹，吃下去很快嘴巴就会消肿了。郑钱二话不说吃了下去，顿时感觉口舌生津，十分舒服。公子，咱们收拾东西赶路吧，待在这里始终不安全。那家抱紧我的腰，这样就不会太颠簸。只见乌禅那家向前靠了一下，郑钱只觉得后背上有2团巨大柔软的棉花糖顶着，瞬间心情变好。终于在天黑之前，两人回到了麓山边缘的山腰大木屋。乌禅，你先洗澡，洗完好好休息，我过2天再过来。乌禅那家点了点头，随后郑钱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。刚回到别墅，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打电话给我干！郑权，谢谢你的那颗紫玉龙旺生，现在我爷爷情况好转了很多，过些天要办个答谢宴，希望你能来。没问题，那天我一定到。从没喝过酒的人都知道，眼前的这种82年的飞猪茅台，只要一口就相当于喝掉了你3年的工资。可这对于一个见过世面的穿越者来说，简直不值一提。只见他二话不说，从兜里掏出一瓶5块钱的牛栏山二锅头。众人见状议论纷纷，有些还露出不屑的表情。他们没想到这种场合居然还有人会喝这种不上档次的酒。可男人接下来的话却让在座的人更是诧异。老爷子，我来的匆忙，也没带什么好东西，一瓶小酒聊表心意。在场的人也没想到有人会拿一瓶二锅头送礼，而郑钱直接无视其他人的眼光，继续道：留着以后喝吧，每天最多8钱，切记。甄老爷子和甄明月都是一愣，立刻明白这瓶二锅头不简单。随后甄明月说道：这是什么酒？我现在馋点可以吗？当然，那就尝点吧。郑小哥，别忘了我呀，我平日里也喜欢小酌一杯的。没问题。说完后，郑钱便亲自给3人各倒了1小杯。这么少？这个酒比较烈，喝多了身体会出问题。不就是二锅头吗？顶多52度，多喝点能出什么问题？对呀，你莫不是故弄玄虚？在座的众人纷纷都议论起来，郑钱也不恼怒。随后3人同时仰头一口闷完，甄明月和甄老爷子俩人都面色涨红，露出了古怪之色。而狄老更是眼珠子都瞪大了，他是老中医，尝一口就立刻知道了这是药酒，而且配方就是紫韵龙王参。郑小哥，你竟然还有！狄老忍住了惊呼，最后的紫韵龙王参几个字他没有说出来，毕竟这里是公共场合，他不能暴露出这等绝世宝物。狄老，您尝出来了？不要等改天了，现在我就想跟你谈一谈。丫头，把二锅头替你爷爷收好，这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。说完，狄老和郑钱在众人的惊愕和迷糊中走了出去。这俩人干什么的？作秀吗？看着又不像，但他们在说什么？简直莫名其妙啊！既然你还有保身，那能否卖我1颗？你放心，价格好商量，我出的价绝对不比甄老头给的少。可以卖给你，钱不钱的无所谓，我只有一个附加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，我一定办到。我要你教我怎么泡参酒，你不许藏私。没问题。你的这个酒是不是只用了保生来泡，没有加入其他的辅材？郑钱点了点头。你这样泡生酒是不对的，必须要加枸杞、党参、当归、茯苓等10几味中草药去中和，这样泡出来的生酒才能彻底激发药性，而且更为柔和，不会对人体产生副作用。郑钱一听，十分欢喜，他忍不住问：狄老，您应该是有什么泡参酒的方子是吗？有，而且是古方。看来让自己头疼的问题可以解决了，有了这个古方，绝对可以做出更厉害的原浆药酒来。不一会，两人达成了基本协议，都有些兴奋。郑小哥，你准备好保生，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另外你放心，我也会把泡生酒的古方写给你。给我方子可不成，还要手把手教我怎么泡。没问题，我买你的生就是用来泡酒的，到时候你看我泡，我来一一给你讲解清楚。两人又客套了几句后，狄老立刻就离开了，想必是急着筹钱去了。而郑钱也懒得再进宴席现场，直接转身打个车也离开了。回到别墅，郑钱又提了一个榴莲蛋糕，嗖的一下消失在原处。那家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对了，这个蛋糕是专程给你买的，上次看到你喜欢，所以又给你送一个来。我好很多了，再养几天就能远行。那太好了。而就在此时，郑钱看到乌禅那家放在桌子上的书本，不由好奇起来，下意识拿起一看，郑钱惊呆了。这书上面的文字他竟然都认识，居然是地球古代的隶书全经。公子，您认识我们这里的字？勉强认得，在我们那边这种字体叫隶书，只是我不知道隶书跟你们这的字有几分通用。对了，这本全经是你们这里的武功秘籍吗？算是吧，只是比较粗浅的东西，学拳入门之用。原来是给初学者使用的，那岂不是很适合我？那我可以学吗？学当然是可以学的，但我不建议公子您现在学。为什么？我们长生大陆的武学是以真元为基础的，
基础如果打得不牢固，那你学这些拳术招式也没有用。真元就是我周天行气的那股气吗？那就是真元，你是1品，真元很孱弱，等你入了2品，真元勉强壮大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学拳术了。因为真元是根本，而拳术是术，虽然两者相辅相成，但练武前期一定要把根基打好。听完那家的解释，郑钱瞬间就明白了。真元不就是地球武侠小说里的内功吗？内功是本，拳术是术，只要内功扎实强大，便可化腐朽为神奇。明白了，那我还是先把真元练扎实吧。对了，有没有什么功法可以加快修炼真元的速度啊？比如易筋经、九阴真经、九阳神功什么的。乌禅那家愕然，摇摇头，木讷问：什么是易筋经、九阴真经和九阳神功？我就是打比方的，没有就算了。我教你的行气法门就是啊，它是促进真元修炼的奇法。那行吧。突然，郑钱又想起什么，继续问道：你刚才说这里是长生大陆，为什么叫长生大陆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叫了几千年了，可能就是个名称，就跟你我的名字一样，只是一个称呼。郑钱想了一下，觉得没这么简单，他忍不住询问道：对了，你们这里有人可以长生吗？长生？你的意思是可以一直活着，还是活得比较久？一直活着，长生久世，不死不灭那种。怎么可能？人不可能做到，只有传说中才有那样的人，但都不可考，仅仅是传说而已。那活得比较久的呢？能活多久？活得比较久的人能活800年，基本都是修炼到极致的人，比如陆地神仙。而大宗师的寿命极限大概在400-500年，8、9品武者寿命只有300年，普通人就很低了，大概100多年、200年就会死。郑钱一听，咽了咽口水，这是他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。难怪这个大陆被称为长生大陆，原来是这里的人居然能活这么久。普通人都能活100-200年，陆地神仙真的能活800年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历代出现过2、3位陆地神仙，据记载他们7、800岁了还曾出现过。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反正不是闲杂人等可以预见的。乌禅那家跟郑钱又普及了一下关于长生大陆的常识，随后便直接把书丢给了郑钱。你先看看也成，但不建议你花时间去练，等你真元扎实后练才是事半功倍。郑钱点了点头，忍不住翻了几页，可看了2眼他就头大了，上面都是一些如同文言文一样的东西，根本看不懂，里边写了很多行气的路线，还有各种穴位。他把书本丢在桌面，叹息道：算了，我什么都看不懂，以后再说了。怎么样，这种蛋糕好吃吧？乌禅那家被他看得红了脸，点了点头道：好吃。对了，为什么叫它榴莲蛋糕啊？因为它是榴莲做的。榴莲？对，一种水果，号称水果之王。难怪这么好吃呢。那家你慢慢吃，我走了，明天再给你带好吃的来。郑钱说完，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。乌禅那家看着郑钱消失，突然有些怅然若失。第二天一早，手机响了起来，打电话给我干。郑钱一看是狄老打来的，他不敢怠慢，立刻接起。对面传来狄老笑吟吟的声音：郑小哥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早给你打电话。昨天咱们说好的事还作数吧？当然作数。那行，你把银行账号信息发给我，我给你打钱。你准备好紫运龙王生？你不用验货就打钱吗？不用验，不用验，我相信郑小哥。行，那你记一下。郑钱直接报了自己的名字和银行账号。这个狄老头还真是实诚，还没看见货物就要打钱了。就在此时，手机便就收到了多条信息，一下子进账了5000万。郑钱有些心惊，他没想到这个狄老头居然这么有钱，说打就打。随后两人到了约定的地点，郑钱也不矫情，直接把环保袋递给对方。狄老接过，打开看了一眼，眼里满是震惊。他忍不住问道：你就这么随意的用一个破环保袋一路提过来？对啊，这样比较方便嘛。狄老看着郑钱这样的风轻云淡的随意一说，顿时无语到极点，随后才把紫运龙王参拿了出来。好宝贝，真的是好宝贝，这简直就是无价之宝，绝对的无价之宝啊！那行，你觉得好就行，那我先走了。郑小哥，你不是说想知道怎么泡生酒吗？古方我现在就给你一份，过几天我泡的时候也叫上你，到时再手把手教你。对了，除了参酒，那虎骨酒你会怎么泡吗？虎骨那可是好东西，我当然会泡，但现在虎骨很少了，难道你有？泡虎骨酒以后再聊，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对了，狄老，卖身给你这件事，希望你保密，对任何人都不要说，包括甄家。我晓得，今天这个交易知道的仅限你和我。两人达成共识，郑钱满意的离开了。随后他又买了一台新车，来到木材厂找到了耗子。老大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有事过来。这是你买的新车吗？这车是最新款的吧？挺贵的。没什么，老子现在缺钱嘛。也对，你现在这么有钱，确实应该买辆车代步。放心，你很快就有钱了。嘿嘿，真的吗？耗子有些期待，他忍不住继续说道：老大，你说要弄一批木材回来，什么时候啊？厂子的机器可都快要保养好了，总不能一直让机器闲着。我这不是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的吗？你上次说我给你的木材样品里有金丝楠木对吧？对啊，有金丝楠、紫杉、雪松。那好，
你先把这3种木材的样品拿来，我叫人去弄，你负责搞批文。批文这种东西我可没有。没问题。随后，耗子从办公室里拿出剩下的3根铁棍粗的木头段，递给了郑钱。等我好消息就行。说完，郑钱又买了一大堆吃食和物资，回到别野，带着东西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。一解，木屋大门外，一堆篝火熊熊燃烧着。乌禅那家坐在篝火堆旁，而在篝火堆的另一头是石林和石凤，3人正在有说有笑的聊天。而此时，大木屋内郑钱的突然出现，引起了乌禅那家的注意。他知道是郑钱来了，而石林和石凤也十分警觉，两人同时缩地站起来，也望向木屋。只见石林忍不住大声喝道：“是谁？”郑钱走出木屋，看到石林和石凤，也是露出惊喜之色。石林、石凤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是公子。石林和石凤相视一眼，立马迎了上去。公子，我和林姐姐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找我？难道是老村长找我有事？是的，公子果然料事如神。我们村有急事，需要公子帮忙。每逢7月14的夜晚，村里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，只要年过18的男人都会成群结队的前往后山深处，然后一字排开，每过一处都会仔细的检查，生怕是遗漏任何角落。原来他们这样做，只是为了采摘一株传说中的7色定眼草，此物极为珍贵，能助人永葆青春，可此草通灵，位置更是漂浮不定，想要找到它犹如大海捞针。而就在几天前，非氏村竟意外的得到了半株。接上集，石林石凤受村长的委托，连夜赶到乌禅的木屋，而他们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想用这半株7色定眼草跟挣钱换取更多的粮食。公子，狗头金和棒槌都没有了，我们想用那半根灵草来跟您换1万斤大米和红薯。听到灵草挣钱，瞳孔瞬间收缩。要知道，在异界这里，只要是成灵的东西，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，都天然的拥有特殊属性和功用，都是真正的宝物。而一旁的乌禅那家却忍不住了，急忙问道：“是什么灵草？”是7色定眼草，但是只有半株。7色定眼草，居然是它！好，1万斤大米，1万斤红薯是吧？公子跟你们换。说完，乌禅那家还偷偷给郑钱使了一个眼色，郑钱很快明白什么意思，意会的点了点头。好，我跟你们换。那太好了，反正我们之前也觉得7色定眼草没什么用，但老村长说可能公子或者乌禅小姐会用得到。7色定眼草可以制成定颜丹，吃1颗可以定住人的容颜，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物。定住容颜而已，人的内在还是会衰老的。我知道，定住容颜已经是天大的造化，哪里还能去奢求吃下就可以长生不老的？郑钱听着两人的对话，不由咽了咽口水。原来这东西可以让人保持容颜，这也太牛了吧！区2万斤粮食就能换到这样的宝贝，简直太值了。要是把这种东西弄回蓝星，那要有多少想要保持容颜的女人会争得头破血流啊！嘿嘿。那公子，您抓紧准备粮食，我们先回去给村长汇报，到时候我们在村里祭坛交易。天都黑了，你们还要赶路？没事，我们出去打猎，有时候一去就是10几天，在外边夜行都习惯了。两人说完，转身离开了木屋。而郑钱想到一件事，立马追了出去。你们等等，我想要1批木材，你们能不能帮我弄来1批？木头，这鹿山到处都是树木，你想要直接从鹿山砍伐就好了。是这样没错，但我一个人没办法砍伐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有点弱，而且我要的量很大，上百棵5人抱甚至10人抱的大树恐怕都不止。哪尼？这么多啊！随后郑钱又将那3根树木样品丢给石林石凤。目前我想要这3种木材，越多越好，我可以用粮食跟你们换。听到郑钱这么说，石林和石凤眼睛一亮，石林又指着金丝楠木说道：“这3种木头我们知道，鹿山里到处都是，而且这种黄金木在村子的东边有一大片，这种木头太软，没什么用。”对呀，我觉得最好的木材是铁木，又硬又沉，那才是好木头。但这种木头可不容易采伐。不，我暂时不要铁木，就要这种黄金木。你们尽管帮我弄，砍下来之后截成一段段的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可以啊，很快凛冬就来了，到时候鹿山里什么野兽都看不到，我们也没办法打猎，能用木材换粮食实在太好了。达成了协议，俩女很快骑着鸵鸟走了。郑钱走回大木屋，正看到乌禅那家拿着一块绿色的小牌子在把玩。那家，你拿的是什么？你说这个？郑钱点了点头，目光盯着这块绿色小牌，露出好奇之色。这是我乌禅家的族徽，怎么了？族徽能让我看看吗？乌禅那家把族徽递给郑钱，郑钱小心翼翼接过，绿牌入手的那一刻，一股温润的感觉传到了手上。只见上面还雕刻着一头斑斓灵虎，灵虎下面写着乌禅2个字，而另外一面用隶书篆刻着长生2字。这块族徽的材质竟然是一块帝王绿翡翠，玉的重水极好，里边也没什么棉絮，从重水看就是玻璃种。那家，这东西你有多少？家族之人每人都有1块啊，怎么了？这石头我很喜欢，你还有吗？能送给我1块吗？乌禅那家脸微红，小声道：“这是家族族徽，只有乌禅家的人才能佩戴。”不，我是说类似这种石头，不是说你家族徽。你是想要这类石头？那可是帝王绿啊，谁不想要？只是不知道这里多不多，贵不贵？这类石头我家的库房里还有不少，你如果想要，等回到清风镇乌禅家，我拿给你便是。你们把这类石头叫什么？翠石啊。大陆上这种石头多吗？你们这边一般都是拿来做族徽吗？多啊，除了做族徽，用途也挺广的。都拿来做什么？因为这种石头比较好看，所以很多人都开采来雕成各类装饰摆件。当然，也有人拿一些比较好的翠玉来修行。还可以拿来修行？这东西可蕴藏灵气，有些翠玉挖出来就灵气满满，
一些修行高深的武者拿它来练功，一旦他们被抽取掉灵气，就会像普通石头一样被丢掉。这也太浪费了吧！即便没有灵气，那也是帝王绿。这次回去我就要换一枚充满灵气的徽章了。如果不是要回收，你想要我就给你了。我理解，有家族徽章的翠石你不好给人，但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些没有灵气的翠石啊？这个没问题，没灵气的翠石家里库房应该堆了不少，到时候我拿给你就是了。这个你能做主吗？公子，您就放心吧，我是乌禅家唯一的子嗣，乌禅家将来都会传给我。你说我能不能做主？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公子，那粮食的事，放心吧，我现在就回去准备，弄到2万斤粮食，我就马上过来。好，那我在这里等你，到时候我跟你再去一趟飞石村。对了，公子，半株七色定颜草配合其他植株和药物，能配出不少定颜丹。如果你也想保持容颜，也是没问题的。自己如果一直不老，肯定会被当成怪物，但总好过变老变丑吧。大不了以后自己再雇个化妆师，我倒是无所谓。那家你一定要弄一颗定颜丹来吃吃，如此一来，你完美无瑕、赏心悦目的容貌就能保持住了，这样我就能看一辈子。乌禅那家瞬间红起脸，随后两人又闲聊了半刻。到了晚上，郑乾已经回到了兰星，然后给陈琳打了个电话。老大，怎么了？这么晚打电话过来？这么早你就睡了？我记得你以前可是夜猫子。没办法，我现在天天都在酒厂搞清理，还要雇佣和安抚一些员工，有点心力交瘁。对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制酒？制酒很快的，我这边有原浆药酒，只要买回高度的纯粮食酒就可以进行勾兑，然后这般那般。哎呀，老大，你好烦，这些你都说过很多遍了，我又不是笨蛋，我会计划好的。对了，我这2天也不是吃干饭的，计划书都弄出来了，就等你过来过目，咱们好把整个制酒和宣传的计划定下来。可你是大忙人啊，老找不到人。行吧，那明天早上我去找你。对了，这么晚打给你，其实还有别的事。什么事啊？你立刻帮我采购1万斤大米，1万斤红薯，越快越好，最好明天早上就给我。什么？明天早上就要？这也太急了吧？没办法，急货，你想想办法。提成还是之前说好的，采购款的10%，你核算一下，尽快把采购款报过来，我马上打给你。那行吧，我试试看，争取明天早上给你。对了，货给你拉哪里去？拉到酒厂的仓库里去吧，我很快会提走。行，我等会儿给你准信。不一会儿，郑乾就接到了陈琳的信息，然后他爽快的给陈琳打了款，随后他准备盘腿静坐行气。到了第2天一早，郑乾迫不及待的开上他的大牢，直奔酒厂。老大，你来了，大米1万斤，红薯1万斤都给你拉来了，马上就卸好了。没事，让他们慢慢卸。你说你弄了一个酒厂发展计划，拿来我瞧瞧。对，这个才是正事，到我办公室我拿给你看。郑乾简单看了一下，也就2页纸，但上面写了酒厂发展的思路。平时看陈琳不太聪明的样子，没想到认真起来居然有模有样。酒的品牌就定为长生酒。长生酒，咱们这个五峰酒厂也要改名为长生酒厂。还有这2天你还要去注册一个酒业公司，就叫长生酒业。耗子那边他也要去注册木业公司，叫长生木业。以后我还要建立一个长生集团，酒业公司和木业公司就是长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。郑乾娓娓道来，以后他还要弄长生制药、长生投资等等，他要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商业帝国。老大，长生2个字可不能随便乱用，要不改用别的称呼。就用长生，名字你不要管，就按我说的做，我自然有我的用意。你以后会明白的。这几天我出差一趟，回来咱们就开始制酒。等会儿我就往酒厂和木材厂的账上再各打200万流动资金，以后厂子就全交给你们，你们可别让我失望呀。郑乾跟陈琳商量了一些细节，随后他来到仓库，看着堆得满满的1万斤大米和1万斤红薯，走到角落，提上2桶汽油，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。郑乾蓦然的出现，正在入定行气的乌禅那家睁开了双眼。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，我给雪地车加个油。明天咱们出发前往飞石村，去了飞石村咱们就回清风镇。还有，今晚我不走了，就睡在你这里。从未见过如此牛逼的男人，只是随口说了一句话，女人就扬言要为他生11个孩子，甚至还要把清风镇第1大家族交给他打理。原来就在刚才，郑乾只说了一句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就直接让女人听牛逼了。然而这句话只是蓝星上一本名叫《道德经》书里普普通通的其中一句，可接下来乌禅那家喃喃细语的重复了一遍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郑乾的话像一道闪电，在他脑海仿佛把天地都劈开了。之前一直无法突破的瓶颈，现在居然被打破了，这是心灵的突破，仿佛一次顿悟，一次洗礼。他心念一动，没有刻意去行气，但体内的真元居然也能潺潺的运行，而且仿佛有了一丝圆融的灵性。我突破了。乌禅那家整个人都惊呆了，气息自转，真元自流，我这是突破了7品中阶和高阶，直接进入了8品。乌禅那家简直不敢相信，7品进入8品的天堑，居然在郑乾的一句点拨中被他莫名其妙的跨越了。这太神奇了，竟然一招悟道，连破2级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。那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此时乌禅那家才缓过神来，忍不住问道：公子，你刚才说的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是仙界的顶级心法吗？顶级身法不就是《道德经》里开头的几句吗？其实我那边不算是仙界了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至于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这句话，我就是瞎说的呀。
不可能随便就能瞎说出来，这明明是很高妙的顶级心法，我现在只是悟了其中一点点，就突破了境界。我无法想象，如果我深入钻研，彻底领悟这句顶级心法，我会不会直接突破到天人合一之境，达到大宗师境界？郑钱有点傻眼，想不到只是听一句话就能突破，彻底的领悟还能更进一层楼，达到大宗师境界。我的妈呀，这是开玩笑吗？公子，即便是您瞎说的，那总该有什么出处吧？面对乌禅那家似乎不甘心的询问，郑钱带着尴尬的表情摇了摇头，没办法，他真的不懂。而这句话在印象中好像是《道德经》里的其中一句，仅此而已。乌禅那家看着郑钱这样的风轻云淡，竟再次的被震惊到了。公子肯定是来自仙界，只是他不承认罢了。要不是仙界，哪里会有这么高明、这么直指人心的顶级心法？很可惜，这段心法只是一段，要是全的话，只要能再听一次，叫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哎，别想了，别想了，睡觉，好好休息。明天早上我们还要启程去飞石村呢。只见郑钱脱掉外套，上了床，躺在九尾狐的皮毛上，瞬间只觉得暖暖的。乌禅，你快来啊！说不定你上来躺好，我就突然想到那句话的出处和全文了。乌禅那家红着脸一咬牙，转身便上了榻。公子，你是不是想起完整的心法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想到了前面几句。公子，那你快说。乌禅，你用了我送你的香水。香水的味道真的很好闻，我很喜欢。不过还是先说心法吧。只有2句话，也要听。当然，为什么不听？那你先把衣服脱了，这里很暖，没必要穿这么好。下一秒，乌禅那家竟然乖乖的把外套脱下，露出洁白细腻的肌肤。郑钱只是瞄了一眼，眼睛就差点挪不开了。公子，你快说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郑钱一只手已经搭在乌禅那家的细腰上，可他却恍然未觉。良久，他才缓过神来，问道：“公子，接下来呢？”我忘了啊，这么重要的顶级心法，你怎么能忘呢？我比较不学无术，所以没在意，再加上我记忆力也不好，所以……只见乌禅那家叹息了一声，一脸遗憾。没事，下次回去我把那篇经书拿过来好了，到时候你自己看。乌禅那家一听，再次激动和高兴起来。下一刻，他才注意到郑钱一只手拉着他的手。放心，我们什么都不做，我发誓，我们就只是这样依偎而眠。对了，公子，回到清风镇，我给你找一门适合的心法，到时候你再好好休息。不过我一直苦恼，你到底要以什么身份跟我回清风镇？身份？要什么身份？我总不能带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回去，这样的话我跟父母不好交代。我总不能告诉别人你是上界下来的吧？那不能，我这个身份不能暴露的。那怎么办？这个简单，你就说我是你老公嘛。老公是什么？此时乌禅那家如同好奇宝宝盯着郑钱。老公就是夫君。啊，夫君？可是……没什么可是的啊，我们都已经在一张床上睡了2回了。我不是你夫君那是什么？公子，我忘了一件事，我是乌禅家唯一的子嗣，我不能嫁人的。不嫁人？为什么不能嫁人？难道你都不能有夫君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我乌禅家招的是入赘女婿。入赘女婿？郑钱没有震惊，反而一脸欢喜地问道：“你是说要做你的夫君就必须入赘？”乌禅家家大业大，光丫鬟下人就有100多人，产业更是遍布整个清风镇，所以我没办法嫁人的，只能招入赘的女婿跟我一起打理家业。没问题，入赘不入赘的无所谓，但只生一个儿子怎么行？怎么也得生一个足球队啊！足球队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生很多的孩子。乌禅那家羞涩的点了点头，这一点他是同意的，子嗣多家族就会繁盛，但他不明白为什么郑钱听到入赘还这么高兴。要知道，入赘的女婿在古代地位并不高。公子，你真的不介意入赘？不介意啊，混吃等死曾经是我的梦想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医生说我牙口不好，更适合吃软饭。事实上，他还真不介意入赘，最重要是入赘能掩护他的身份，而且他还能成了乌禅家的半个主人。俗话说的没错，年少不知富婆好。况且乌禅那家那么美，又是绝顶高手，能得这样的美人做老婆，天天晚上跟她造娃娃，死都愿意啊。更何况只是一个不疼不痒的名分，谁在乎？反正我这是要少奋斗几10年了。哎，别想这么多了，这些都是小问题，我都答应你，咱们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第二天一早，太阳初升，两人开着雪地摩托前往飞石村。由于郑钱体质的变好，所以一路疾驰也没感觉到累，因此速度比第一次就快了1倍不止。半天不用，竟然就进了飞石村。很快，老村长领着众人出现在眼前。郑公子、乌禅姑娘，飞石村欢迎你们。石灵和石凤跟我说，你们想要换1万斤大米和1万斤红薯。对，凛冬将至，我们必须储藏足够多的粮食，如果有剩余，就可以支援其他的村子，从他们手里换取更好的东西。我还听石灵说，你想用半株七色定岩草跟我们换粮食，是这样吗？是的，狗头金我们已经没多少了，棒槌必须等特定的时节才能去鹿山深处啊。但这半株七色定岩草，想必你们是需要的，这个东西足够换取2万斤粮食了。公子，您说呢？此时郑钱看了乌禅那家一眼，乌禅那家会意地说道：“村长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那就开门见山了。半棵七色定岩草确实可以换2万斤粮食，甚至更多。但是我们希望能先看看那半株灵草。你们跟我来。”列一听，郑钱和乌禅那家见到被装在一个大木盒中的半棵七色定岩草，浑身透着七彩光华。夫君，确实是灵物七色定岩草。
所有人一听乌禅那家喊郑钱叫夫君，都纷纷吃了一惊。乌禅姑娘，郑公子是你夫君？是的，我们刚刚做的夫妻。不错不错，郎才女貌，很般配，真的很般配。老村长，2万斤粮食我已经让人准备了，过2天就能运到。在此期间，我们还是住在飞石村。甚好甚好。对了，公子，我们村的果酒既涩又苦，自从喝了您带来的土茅台果酒，已经让我们无法下咽。现在土茅台也快喝完了，我想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弄个1000斤？这个公子您放心，这1000斤土茅台我们用别的东西跟你换。什么东西？你不是告诉石灵和石凤需要用一些木材吗？前些天我们就按照您的要求开始砍伐树木了，等明天有空您去看一看。那行，今晚我们先休息，明天再去看看。你们还需要什么，都可以跟我说，好让我提前给你们备货。很快，两人回到临时住所，随后郑钱找了个借口来到一棵大树旁，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。另一边，他出现在酒厂的仓库内，1万斤大米和1万斤红薯整整齐齐叠放在仓库中。环顾四周，确定没有异常之后，他闭上眼睛。娑若波罗蜜。突然带着所有东西嗖的一声消失不见。飞石村空屋旁，轰隆一声巨响，小山一样的大米还有红薯层层叠叠的落在地上。而这一幕正好被走出来的乌禅那家看在眼里。夫君，你脸色有些难看。没事，可能消耗有些大，我喝2口参酒就好了。村民在祭坛交易时发现了神奇的一幕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一只大雕在盘旋，而奇怪的是，这雕竟有4条腿，并且足足有直升机那么大。更离谱的是，大雕后背上居然还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。此时一声雕叫传来，声音由远及近，想切整个祭坛。随着大雕的降落，周围的大树瑟瑟发抖，地上扬起的尘埃遮天蔽日，周围的火把也被这股气流干扰得明明灭灭。而在场的所有人都异常的兴奋，脸上显出前所未有的神采，就连乌禅那家都面露喜意。可在郑钱看来，这老头就像一名妖人，因为正常人是不可能坐在一只大雕之上在天空遨游，而且这老头身上的神威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迫感。这人是谁？气场好强。郑钱忍不住惊惧地询问乌禅那家，他是飞石村的祭司，也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名巫师。巫师？是我听错了吗？这个世界居然有巫师？就在郑钱有些宕机的时候，只见巫师老头从大雕的后背上纵身一跃，稳稳当当落在地上。乌禅丫头，真是许久不见了，这一年你过得可好呀？乌长老，谢谢您的店面，我过得还好，您看起来也不错，风采依旧。老头哈哈哈的笑了起来，看样子被赞得很开心。而下一秒，他目光落在郑钱身上，看到他古怪的装束，还有身后的一大堆的粮食，他忍不住问道：小伙子，你就是咱们村子的贵人？你看着好奇怪。郑钱感觉到对方目光的锐利，仿佛要把他看穿。乌长老，他现在是我夫君，他第一次来鹿山，您可别吓着他了。他是你夫君？那老朽可不能失礼了。乌长老惊愕之余，再次打量着郑钱，几息功夫之后，他面露惊讶。古怪，实在是古怪。老头一脸疑惑，下一刻竟然直接上手给郑钱摸骨，一边摸骨还一边说：根骨齐差，根骨齐差呀！尼玛，这老头想干什么？老子根骨差就差了，还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来吗？小伙子，你拜我为师怎么样？我将我的衣钵传给你，以后你就做飞石村的下一任祭司，继承我的乌长老名号。乌长老的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吓傻了。老头，你不是说我根骨差吗？干嘛又想收我为徒？尼玛，这什么情况？这老神棍是不是准备忽悠我，想向我推销产品？根骨是差，但你精神力奇异，是天生做巫师的苗子。你是我找了50年才找到的唯一能继承我衣钵之人，所以不拜。郑钱还没等对方没说完，就直接拒绝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做什么巫师。不想做巫师？你可知道巫师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在蓝星，巫师是要被人绑到木桩上活活烧死的，我才不想做什么巫师。这个世界有3种人最强大，你知道是什么人吗？第一种人是方士，其次就是巫师，再者才是武者。方士和巫师都极少，因为想要成为方士和巫师需要很高的精神阔度，这个条件极为苛刻。你偏偏精神阔度不错，可你根骨奇差，想要成为高频武者可不容易呀。乌长老的侃侃而谈让郑钱再次刷新了对这个世界的认知。老头，你说的方式是什么？会使用方术的人就是方士。那方术又是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多问题？但没关系，只要你答应做我徒弟，做下一任飞石尊祭司，我就什么都告诉你，如何？这老头居然在诱惑我，还跟我讲条件，我可不想这么轻易就被拿捏。算了，我突然又不想知道了。村长，咱们继续交易吧。交易完，明天我和娘子还想去别的地方呢。站在一旁的村长满脸的尴尬，而乌长老则来回踱步，一脸郁闷和烦恼。这小子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他答应做我的弟子？毕竟精神阔度好的人实在太难找了。算了，还有时间，待会问问村长这小娃娃都喜欢什么，到时候投其所好才是正经，即便最后坑蒙拐骗也得上。那你们继续交易吧，飞石村实在是太需要粮食了，换粮食才是最大的正经事。紧接着交易仪式继续进行，乌长老看到那半株七色定年草，神色如常，反而对那1万斤大米和1万斤红薯陷入了深沉的思索。不一会，双方交易完成。
郑钱终于拿到了那半株灵草，带着乌禅那家返回临时居所。他又把半株灵草给了乌禅那家，让他炼制所谓的定年丹。而在祭坛的另一边，老村长把郑钱2次出现在飞石村的事跟乌长老细无巨细的说了。乌长老，您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？什么话？就是收郑公子为徒，让他做下一任飞石村祭司的事。当然是真的，他有成为巫师的资质，而且从你们对他的观察来看，他心性纯良，又跟乌禅那丫头关系匪浅，想来品性方面是不错的，只要他愿意。不过现在最棘手的是，他好像并不感兴趣。忽然间，乌长老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你说他特别喜欢狗头金和棒槌。是的，他还让我们砍伐一些树木，他好像也喜欢那些没用的木头。陆山里最不缺的就是木头，而且也最没用，他居然喜欢这些东西。至于棒槌，可能是他知道自己根骨太差，想要用棒槌来改变根骨。狗头金，莫非他缺钱，想要炼金？当然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居然有粮食、金疮药、绝世铁器、血盐、好酒等东西。就在乌长老胡乱想着的时候，石勇把换回来的物资拿到了桌子上，瞬间让乌长老惊讶的合不拢嘴。你就用了几块狗头金和1袋棒槌，就换了这么多好东西？对呀，所以说郑公子人真的很不错，不单单救了石敢和石灵的性命，还很实诚大方。糊涂啊，你们太糊涂了。他心善实诚是他的品德得胜，但是咱们也不能让他吃这么大的亏啊，咱们不能这么欺负人。而另一边的郑钱早已回到了酒厂仓库，随后又给陈琳打了电话，让他明天早上采购1000斤土茅台和300斤碘盐。交代完事情，他再次回到飞石村。乌禅那家看到郑钱这么快就回来，诧异道：公子这么快你都交代好了？交代好了，明天我再回去把物资带过来就行。公子，交相公，我乌禅家也想采购一些血盐、大米和红薯，还有金疮药以及绝世神兵，可以吗？郑钱听到乌禅那家的话愣一下，你也需要这些东西吗？当然需要，我乌禅家虽然是大户人家，但这些稀缺的东西也还是缺的。而且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们乌禅家可以扩大生意规模，把生意做到安阳，甚至做到整个南邻国去，就是做到大周王朝都不无可能。郑钱一听，眼睛一亮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茬？乌禅家在清风镇是第一世家，完全可以依托乌禅家，把蓝星上的资源贩卖到长生大陆，可以仅用一点廉价的物资就能兑换到这个异界上的珍宝物，我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蓝国内的顶级富豪。郑钱越想越兴奋，感觉今后的人生方向有了，他要为之而奋斗。而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村长的声音：郑公子，您休息了吗？老朽来打扰了。老村长，乌长老，有事？是这样的，公子，这些日子承蒙郑公子给我们飞石村带来了那么多的粮食和物资，还救了石敢和石灵，我和乌长老是特意来感谢的。这1个多月，我去了陆山其他的几个村子，恰巧在其中一个村子得到了一颗方士炼的聚元丹。我看郑小哥才是武者出品，真元稀薄，倘若吃下这颗聚元丹，能大大提升品级。原来这老头真是来推销产品的。而站在一旁的乌禅大家却已经傻了眼，因为聚元丹跟定年丹一样，根本有价无市，乌长老居然有一颗。放心，这颗聚元丹我不用任何东西兑换，是送给郑小哥你的，感谢你为飞石村做的一切。送？白送吗？我擦，这么大方！郑小哥，你给村里换了这么多物资，而我们只给了一点点东西，实在有些过意不去，所以这颗聚元丹算是补偿。郑钱一听，再次愣在了原地。只见乌长老手一翻，一个小瓷瓶出现在手掌心，他把瓷瓶丢给了郑钱，后跟老村长转身离开。郑钱和乌禅大家对视一眼，面面相觑。随后两人回到屋内，拔开瓶口的木栓，一股浓烈的灵气居然从瓶子里涌出来，只是闻了一口就觉得心旷神怡。好浓郁的灵气啊！这颗就是聚元丹吗？禅大家把里边的药丸倒在一个瓷碗里，随后张嘴一吸，白色的灵气瞬间被他吸进嘴里。他闭着眼睛，有些享受。好一会儿，他再度睁开双眼，说道：“确实是聚元丹，除了这种丹，没有什么丹药灵力有这么纯粹，它完全可以被人体吸收，化为最精纯的真元。你现在就把它吃了吧，然后用我教你的方法行气，别担心，我给你护法。吃了会怎么样？按真元的量来说，应该能让你拔高几个品级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”随后郑钱毅然吞下了这颗聚元丹。快加速运转真元，行气周天。耳边传来乌禅那家轻蔑的声音，强忍着身体想要爆裂的剧痛，疯狂运转真元，行气周天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他睁开双眼，一股极其难闻的腥臭味扑鼻而来，就好像他第一次伐毛洗髓排出污秽之物时的味道。再一看，郑钱竟然被污秽之物裹成了一个泥人。公子，屋外烧了热水，你去洗洗。他立马站了起来，忍不住一伸懒腰，可没曾想，身体竟然噼里啪啦如同筛豆般响了起来。这一幕直接把郑钱吓到了。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金鼓齐鸣和虎豹雷音？男人打开一包500克的海盐，倒进装满清水的巨鼎里，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对5块钱的电池，正负极个接一根导线，随后把2根导线放进鼎中，再按下开关，电流就会通过导线到达水里。经过一段时间，电解过的盐水浓度达到90%，就会产生浓酸盐。紧接着，男人让村民用斧头在一棵大树上砍出巨大的豁口，撒上一些新鲜的浓酸盐，没过多久，豁口就会逐渐腐烂变大。这时候，只要有人用力
一推，一棵100米高的树木就会直接倒地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村子一下召集了300人，并且每人手拿利斧，竟是要一夜间砍掉上千棵树木。但没想到这里的树全都是食人抱的巨树，砍伐尤为困难。为了加快进度，郑钱才想出了这个方法。这些木头要是能源源不断弄回蓝星，想不发财都难。只是运回去也是个大问题。耗子那边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受这么多木头。公子还真是多亏了你这个法子，要不是这些大树都不知道要砍到猴年马月。老村长，你别这么说，要不是您和吴长老给的丹丸，我也突破不了3品，达到4品，所以还是要谢谢你。这些土酒有1000斤，血盐有300斤，村长您让人整理一下，算是我的谢礼。公子，你之前给的1万斤大米和1万斤红薯，已经足够支付这些木材。您也知道，这些木头本身不值什么钱，可这些土酒和血盐都价比黄金。这些木材您只管取用。这些村民真是淳朴啊，果然他们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。郑钱心里不断感慨。到了晚上，他和乌禅大家返回临时住所，郑钱就迫不及待地回到蓝星，直接来到了陈琳的办公室。陈琳看到郑钱的出现，激动不已。老大，你这些天袍哪里去了？早上要不是收到你的信息，我都以为你被人贩子拐走了。陈琳的话刚说了2句，他就直接看傻眼。哎，老大，你真不是去整容了吗？怎么又变帅了？嘿嘿，我手机坏了，你帮我买一个新的，最好买结实点的，我现在力气很大。不用买，我这里就有新的手机。陈琳拿出一个手机，直接递给了郑钱，是现在最出名的榴莲手机，不锈钢的，很结实耐用。对了，老大，酒厂这边什么都弄好了，你的原浆酒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啊？酒厂必须赶快要进行生产了。行，今晚或明天早上给你。随后，郑钱又跟陈琳商量了一会，就前往了木材厂。当耗子看到郑钱的第一眼，也懵了，说了跟陈琳一模一样的话。我靠，老大，你别又跟我说你没整容，整你个锤子！老子是那种去整形的人吗？那你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吗？你的个子怎么突然长这么高，身材也变好了？去你的！我吃激素了，可以了吧？好了，我的样子就这样，别逼了。现在说正事。对，正事要紧。老大，我跟你说，我托了很大关系，注册了2家公司，一个是长生木业，一个是长生酒业。嘿嘿，证书文件什么都在办公室。走，带你去瞧瞧。只见郑钱摆了摆手说道：“这个改天再看，你先带我去看看囤木料的厂房。囤木料的厂房有好几个，现在基本都空着，实在不够，厂子后面还有10亩空地。”郑钱一听，眼睛噌亮，10亩好像很大的样子，但我对面积、重量什么的没什么具体概念啊。10亩大概就是2个足球场那么大，2个足球场完全够放一大堆木头了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说完，2人来到了厂子后面的10亩空地，看到这么大的场地，心中也是一喜。这样，一会你让所有人都下班吧，厂子里外都锁好，还要把监控全关了。耗子一脸疑惑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老大，我发现你最近真的很神秘，连样子都变了，你这是得到了什么机缘了吗？”这个你别管，也别问，做好你的生意就行了。以后这个厂子和陈琳的酒厂都弄好了，我会给你们分股份。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从小长大的兄弟，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。老大，你是说真的可以给我们股份？当然是真的呀，我一个人发财那有什么乐趣？有句话说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对，嘿嘿，老大你最好了，我以后啊就抱你大腿了。我今晚要让人把一批走私木料运进来，这个事谁都不让知道，你呢也当看不见，懂了吗？懂，管住嘴，迈开腿。都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几种木材，你自己去弄审批文件，别到时候被抓了。放心吧，只要有木头，多少审批文件我都能弄到，不会有事的。行吧，你说妥就妥了。自己在木材行当里是个门外汉，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他去做好了，我也不用再操什么心。到了晚上，郑钱回到飞氏村后，又叫上乌禅大家，2人悄悄来到了伐木场。乌禅大家在一旁给他望风。半个小时后，伐木场的所有木材已经被郑钱搬运一空，终于全部弄好了。之前搬运2万斤粮食就累得腿软，这一次搬运的东西何止2万斤，但现在居然气不喘心不跳的。搬完木材后，郑钱跟乌禅大家返回临时住所。大家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先回去一趟处理一些琐事，过2天我再过来。希望到时候我们能启程前往清风镇。第2天一早，郑钱来到地下室，准备把原浆酒拿给陈琳。酒缸盖打开的一瞬间，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。除了酒香，居然还有一股如白雾的灵气飘了出来，形状像极了一条龙。卧槽，这难道是药力相互作用而催发？郑钱连忙把缸盖重新盖上，忍不住拿出手机给狄老打了过去。狄老，你的保参泡的酒怎么样了？还在泡着呀，时间没到，我还没开封。哦，这样，那你现在来我家一趟。怎么了？是泡的酒出了什么问题？别问了，你来就知道了。行，我10分钟到。怎么了，小友？出什么事了？快跟我走，带你去看看我泡的酒。郑钱一边说着，一边在前面带路。当2人来到地下室后，郑钱又把缸盖打开。狄老一看，顿时倒抽了一口凉气。我的天啊，这个灵气简直了！这货居然比我还要激动。我找他来，可不是让他语无伦次的，我只是想获得些专业的解释。狄老，你别感慨了，这药酒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泡成了呀，那个房子泡出了千古绝唱的好酒啊！这酒价值连城啊！喝一口虽不说能返老还童，起码能多活10年。
啊，喝一口能多活10年，有这么夸张吗？这酒要是这么好，哥哥我还怎么卖啊？卖了岂不是亏大了？不是，狄老，你说真的，喝一口能多活10年？当然不能这么喝，这个已经算是原浆酒，必须通过勾兑才能饮用。虽然勾兑过的酒药力会下降，但跟我说的功效也差不多。现在这个酒可比你送给甄老头的酒强太多了。强多少？强了10倍不止，也许是20倍或30倍都有可能。我对紫韵龙王生的估计是一直低估了，没想到这种宝参竟然能有这么强的药效。行吧，那我试一试。郑钱与其听他的理论，还不如自己动手试一试。只见他直接从缸里取了10毫升，然后拿出一瓶高度5粮液倒入其中，摇了摇袋，两者已经融合在一起。他拿出一个杯子倒了8钱，刚想一口闷，就看到狄老眼巴巴看着他，可怜兮兮地说道：“小友，你不给我也倒一小杯呀？”不好意思啊，差点把你忘记了。随后他又倒了一杯，你悠着点喝，先抿一下，看看要劲，可别一口喝完。知道，我知道怎么长久，我有分寸。郑钱不再多说，直接一口闷掉，酒精入肚，化为一股精纯的能量散溢4肢百骸。他没想到自己已经4品上，但喝8钱酒竟然还能感觉到舒服，可想而知，这酒确实不错。至于狄老，只是抿了一小口，立马脸红脖子粗，好似要烧起来了。这老头不会抿了一口就嗝屁了吧？厉害，太厉害了！我感觉浑身燥热，气血都沸腾起来了。我觉得只要1钱就已经到达极限了，再喝的话，我恐怕要交代在这里。狄红话还没说完，郑钱抢过他的杯子，一口把剩下的喝光。你小子是暴殄天物啊！说完他就愣住了，一脸疑惑地问道：“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都没问题啊？奇怪，太奇怪了！我准备把这缸原浆酒都勾兑了，然后卖钱。”你说什么？你疯了？这么好的酒你要卖掉？这紫韵龙王生是稀世之宝，可遇不可求，你居然要拿它泡的酒来卖？我的天啊！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？你以为紫韵龙王生一抓一大把吗？狄老，这种宝参，如果我说我想要多少有多少，你信不信？你当我老头子傻？我还没到糊涂和痴呆的程度。狄老心里很清楚，这种宝参出现3颗已经极其逆天了，可是郑钱竟然敢说出这种大言不惭的话，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，真当我老头子失心疯了。狄老，你看啊，口说无凭，要不我拿出证据来？好啊，你要真的能拿出证据，我这把老骨头什么都听你的。以后你叫我往东我不往西，你叫我把屎当饭吃都可以。这老头看着稳重，没想到可真够重口味的，把屎当饭吃。行，那你等着吃屎吧。80岁的小伙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傻子，却扬言要拿屎当饭吃。只见男人对着他狡黠一笑，突然嗖的一声消失不见。就在老头满脸蒙圈的时候，男人再次出现，直接把整袋的紫韵龙王生倒在地上，就跟倒花生一样。看着这个画面，老头震惊不已，刚想开口说话，下一秒男人再次消失。就在他四处张望想要寻找的时候，殊不知男人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。此时一只巨大的虎爪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系列操作直接把老头惊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原来就在刚刚郑钱和狄老头打赌，为了证明自己可以拿出更多的紫韵龙王生，才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展示自己能穿越2界的技能。小友，你刚才消失了，怎么又出现了？你不是都看见了吗？难道自己亲眼看见的事实还要怀疑吗？再看看这些东西，别说我不尊老爱幼，说我骗你。这些宝生都是真的，我已经闻出来了。话音刚落，郑钱又拿起了那只巨大的虎爪。当狄老看到虎爪时，眼神露出震惊之色。狄老看到了吧？这可是一只真真正正的虎爪。之前我说可以让你返老还童，让你多活一个甲子，还说紫韵龙王生我要多少有多少，你都不相信。现在我的神通你都看到了，难道你还不相信？下一秒，狄老仿佛被当头棒喝、醍醐灌顶一般，直接跪了下来。信，我信了，真的信了，小友。郑先生，你有大神通，你绝对不是凡人，难怪你拥有紫韵龙王生，拥有常人没有的大虎骨。之前我真是睁眼瞎，有些自欺欺人了，我糊涂啊，人老了，自大了，果然是够糊涂的。狄老，别这么说，咱们爷俩相遇了，也算是缘分。以后啊，你就跟着我吧，有我在，别说多活一个甲子，就是让你再活200岁都不是问题。郑钱还没说完，狄老流泪满面，直接就在地上磕起头来。这老头有那么怕死吗？之前感觉他很豁达的呀，没想到，实在没想到。事实上，狄老不是怕死，他活了80多岁，早就把生死看淡，而之所以跪拜，是因为见到了神通，重新有了信仰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狄老，您摔倒了，您没什么事吧？没事，狄老他刚才不小心摔了一下，你知道的，刚摔倒是不能马上扶的，要确认好没事才能慢慢起来。狄老一脸惊愕地看着郑钱，又看看陈琳，瞬间明白了什么。看来郑小哥的神通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就连她这个好闺蜜也未知晓，可见郑小哥是有多信任我，那自己今后也当尽心尽力跟随于他。
好了好了，狄老，快起来吧，别再矫情了。他怎么还叫我狄老？狄老惊讶地看着郑钱，只见郑钱使了个眼色，他立刻明白了，这是想要彻底瞒过陈琳。很多秘密我们之间知道就好，以后你还是叫我小友，我还称呼您为狄老。我说老大，你那个原浆酒100斤，大概能勾兑多少酒啊？够不够我们酒厂卖？放心吧，勾兑稀释出来绝对值得不少，而且我们刚开始是走高端路线的，这种酒一般人暂时喝不起。能勾兑多少嘛？还有每瓶酒的标价是多少？大概稀释个1000倍吧，至于卖多少钱，我看一瓶就卖3000块好了，薄利多销。什么稀释1000倍，还一瓶卖3000？100斤原浆酒，如果稀释1000倍，那就有10万斤酒，1斤装1瓶，那就有10万瓶，1瓶卖3000，那产值就是3个亿。此时的陈琳有点懵逼，被郑钱所说的话给雷到了。我擦，这么贵的酒真的能卖出去吗？挣钱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？依我看，稀释1000倍肯定是不行，浓度太高了，必须2000倍打底，否则药效就太强了，咱们太亏。啥稀释1000倍还太强？即便是稀释1000倍，那也已经有3个亿的销售额啊！如果稀释2000倍，岂不是有6个亿？我去，太黑太暴利了！这2个人是不是在做梦？老大，一瓶卖3000，这个定价你确定没开玩笑？不错，这定价确实也有问题，实在是太便宜了。要我说，再提高1倍的价格，卖个6000块钱1斤也会被抢光的。此时一老一少在那里避避起来，一个敢说，一个不敢信的样子。好了好了，到底要稀释多少倍？狄老，你拿1两原浆酒回去做勾兑试验，浓度高，价格就定贵些；浓度低，价格就定低点。好，还是老板你思考的周全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这种勾兑实验对我来说小意思。行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还有，等勾兑出来，咱们再根据保健效果最后定价。狄老是个雷厉风行的性子，他直接对陈琳说道：走，小丫头，现在就去你的酒厂，我看看你那里有没有做勾兑试验的器材，争取天亮之前把勾兑试验弄完。狄老这么急，要连夜做吗？那当然，我老头子80岁了都不怕累。怎么，你一个年轻的丫头片子还比不过我吗？狄红此时像是打了鸡血，他明白现在必须要给郑钱一个投名状。虽然郑钱没有明说，但他是懂规矩的。不是，我不是说我不行，我是担心您的身体。你年纪这么大了，熬夜怎么成？放心吧，累了就抿一口勾兑酒，保证精神一整天。陈琳瞬间眼睛一亮，一想到又能喝这种牛逼哄哄的勾兑酒，也立马来了精神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走吧。行，你们去吧，弄好再联系我。另一边的木材厂，天刚蒙蒙亮，保安在巡视厂房的时候，发现露天场地堆放着满满登登的巨大的木材，吓得腿都软了，转身撒腿就跑。厂长见鬼了！厂长见鬼了！厂长，昨晚您是不是让人通宵卸木头来着？一大早的，你喝酒了？喝酒没有呀？那你说什么胡话？不是，昨天下午我们回去的时候，露天堆放场一个原木都没有，可现在都堆满了原木材。不是您让人卸木头又是谁？你没失心疯吧？露天堆放场堆满木头，你确定你没眼花？厂长，您别跟我开玩笑啊！我既没失心疯，也没有近视眼。不信的话，您跟我去瞧瞧。耗子带着疑惑跟保安来到了露天堆放场，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一拍自己的脸，忍不住说道：乖乖，我昨晚是喝酒了，可我没喝醉呀。这些木头是什么时候搬来的？难道是他在我喝醉后让人卸在这里的？可是一个晚上也卸不了这么多木头吧？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！真不知道老大是怎么办到的。随后耗子又来到木堆前，发现每一根木材都非常的粗大，而且一看横截面，他直接傻眼了。这些木材竟然都是他跟郑钱说过的那几个样品中的木种，其中就有帝王木金丝楠。我靠，这次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厂长，合着您也不知道是谁运来的木头？废话，我当然知道。行了，这事你别管了，也别到处嚷嚷，守好门，陌生人一个都不让进。还有，让弟兄们准备好了，咱们要尽快的处理这批木材。好，明白。太棒了，处理了木材，我们就有奖金发了。随后耗子拿起电话给郑钱打过去。木头，老大，木头是不是你让人运来的呀？你知道吗？露天堆放场全是极品木料。废话，我当然知道，就是我让人弄过去的。你以为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可昨晚我们不是在喝酒吗？就你的酒量，没几杯酒倒了，刚好运木头的几10辆大卡车就到了，我让他们全都卸下来。妈的，我一个晚上没睡，累死了。你就跟死猪一样，怎么喊都不行，活全让我干了。下次你再这样，我踹死你。原来是这样，不好意思啊，老大，我酒量确实不行，下次我不喝了，绝对不喝了。行了，你赶紧处理这批木头，别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来，明白了吗？懂，你放心，没问题的，做这种事我们轻车熟路。挂了电话，郑钱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奶奶的，现在的我都快成糊弄人专业户了，看来得弄几间秘密大仓库。去了清风镇，还有更多的好东西。好歹现在我也是乌禅家族的半个女婿，是时候陪娘子回家见一下岳父岳母了。他们俩明明是夫妻，可男子只是叫了一声娘子，就招来了杀身之祸。娘子，我还是算了吧，我不会骑。城门守将就要拔刀相向，同时还有上百只公母蓄势待发的瞄准了他，甚至连路过的耗子都要向他叫唤2声。你是谁？敢胡乱称呼我们大小姐？你找死！原来眼前的女子是清风镇第一大家族的大小姐，1个月前还是单身的她，今天却带着2名陌生男子回到了清风镇。就在刚刚，城门口的一名守将看到乌产大家，就屁颠的上来请安，同时还殷勤的牵来3匹马让他们骑行。殊不知听到郑钱的称呼后，便有了之前的一幕。可还没等郑钱有所反应，守将便举剑刺来。
顿时见效破空。卧槽，这人脾气怎么这么火爆？话不投机就要砍人。就在这时，乌禅那家挡在了面前，只见他伸出两指，精准地夹住对方刺过来的剑，砰一声响，铁剑被乌禅那家双指截断。守城的门将大吃一惊，吓得立马单膝跪下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所有人都不可造次。是，去牵一辆马车来，再找个人为我驾车回城主府。不用找人，我来驾车，我来驾车，给大小姐驾车是卑职的荣幸。随后三人进了车厢，马车缓缓向着城主府行去。嘿嘿，郑小哥，考虑的如何？拜我门下成为巫师，别说刚刚那些士兵，哪怕整个清风镇都不会是你对手。说完后，乌老还朝着他抛了媚眼。这老头也真够烦的，大老远的一直跟着我们。郑钱没有理会，看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郑钱和乌禅那家离开飞石村后，乌长老就一直跟着他们来到了清风镇。相公，等下到前面的驿站，我们先换身干净的衣裳，我已经吩咐他们准备好了。是的，是的，郑公子你穿着古怪，言行举止异于常人，还是换一身装扮为好。好吧，那我就入乡随俗了。没过多久，三人从驿站出来，郑钱就换了一身古人的装扮。相公，这一身装扮很适合你。不错，我也挺喜欢的。麻烦你再去帮我找个媒婆过来。是，大小姐。而此时的城主府收到大小姐回来的消息，管家领着一群仆役早已大门口等待迎接。没过多久，马车终于停在一栋很不错的大宅子前。恭迎大小姐回复。求叔，叫个下人提我在车上的东西，另外先带我去拜见祖母。对了，父亲大人和母亲大人可在家？夫人在府内，老爷公干尚未归家。那先带我们去拜见祖母吧。是，大小姐，请跟我来。随后乌禅那家三人跟着裘管家进入府内，所有人看到郑钱和乌长老都颇为好奇。这俩人的装束，一看就是鹿山里出来的土著。大小姐真是奇人，做事特立独行，往来的人也都多是奇人异士。没过多久，乌禅那家一行人就来到后院，见到了祖母以及母亲大人。那家不是说要去几个月的吗？怎么月余就返回了？是否出了什么事？祖母，这个容我改日再解释吧。我先给你们介绍两个人。乌禅那家可不敢太怠慢乌长老和郑钱，请安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给祖母和母亲大人介绍他们。祖母、母亲大人，这位是鹿山飞石村的祭司大人乌长老。乌禅那家又指了指郑钱，介绍道：“这位是飞石村老村长的孙儿郑钱，现在也是我的相公。”祖母和母亲对视一眼，皆觉得有些荒唐。自古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他们没想到乌禅那家居然一声不吭就把相公带回家里来了。那家，这个事情咱们是不是应该从长计议？对呀，那家你可不能任性胡闹呀！话还没说完，郑钱已经等不及了，他笑呵呵、自来熟的突然握住老人家的手。祖母，一看您就是一位慈爱的老人，肯定会同意我跟大家的婚事的，对吧？还有这位母亲大人，听说您十分精通经商之道，嘿嘿，有时间咱们好好交流一番。我的爱好也是经商，我跟大家两情相悦，还请祖母和母亲大人成全。说完，郑钱已经对两位长者抱拳，深深鞠了一礼。祖母和杨氏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就在这时，守将带着一名老妇走了进来，这名老妇正是清风镇最有名的媒婆崔巧娘。祖母、母亲大人，婚约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崔巧娘就是我请来的媒妁。说完，他又吩咐仆人把带回来的2袋东西放在众人的面前。这是我夫君郑钱给的聘礼，我是江湖儿女，做事不拘小节，这桩婚事还请祖母和母亲大人成全。此话一出，在场的人都傻眼了。现在媒妁有了，聘礼也有了，就差父母应允。那家祖母知道你做事有主见且雷厉风行，但这个事姿势体大，能不能等你父亲回来再做定夺？对，家里大事小事做主的还是你父亲。乌禅那家看了郑钱一眼，无奈点头道：“好吧，确实也需禀报父亲大人，须得他的首肯。相公，你耐心等一等，父亲大人很快就回来了。没事，我能等，只是辛苦你了，压力都给了你。没事，这是应该的，我旅途劳顿。祖母，容我等先下去洗漱一下再来相见，也劳烦崔巧娘暂留家中，等我父亲回来。另外，也希望崔巧娘等会儿巧用3寸不烂之舌为我圆说。是，一切听凭大小姐吩咐。”紧接着，乌禅那家带着乌长老和郑钱返回自己的独立小院，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。母亲，怎么办？那家竟然带了一名相公回来，他好像也是铁了心要成亲。传令下去，这件事禁止府里人议论，谁若是议论，直接赶出府去。另外，更不许外传，谁若是敢外传，直接杖毙。好，我这就去吩咐。杨氏说完，一脸焦虑地找管家去了。而祖母看着堆在地上的2袋所谓的聘礼，她对身边的丫鬟说道：“小翠，把袋子给我打开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聘礼。”是。袋子打开后，小翠往里边一瞧，竟忍不住叫了出来：“哎，老祖宗，这里面是地精，好多地精，至少50-60只。”另一个也打开瞧瞧。老祖宗，这里面是20级柄刀剑，看造型和刀鞘跟普通刀剑不同，有些古怪怪的。拿一柄来我瞧瞧。祖老太接过一把长刀，刀身寒光乍现，她不由一脸错愕。
好刀，真是好刀。小翠，拿一把普通的刀来。小翠点头，从府中护卫手里拿过一把刀，持刀而立，拿稳了，我来使刀。说完，他一刀就砍向小翠手里的大刀，哐当一声，小翠手里的大刀被切断，而左老太手里的刀却毫发无损。在场众人都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。相公，你着急了吧？父亲大人没有回来，祖母和母亲也确实做不了主。没事，总之按规矩来嘛。既然你们这里的习俗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那咱们就遵守。丫头，我问你，如果你父亲不同意你们的婚事，你怎么办？那就走，离开这个家，回云清宗去，又或者去安阳城，总之四海为家。这才是我辈修行之人的行事作风，不错啊。没事没事，别这么悲观。天底下没有能打败孩子的父母，他们即便不同意，那也是暂时的，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。我相信他们一旦了解我，只会求着我做他们的女婿。如果连未来岳父岳母都搞不定，那我怎么在这里混？如此一想，郑乾顿时就有了主意，搞定一个人，那肯定就要先知己知彼，投其所好，然后才能百战百胜。娘子，我问你啊，你祖母和母亲还有你父亲都喜欢些什么呀？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？我祖母以前上过战场，我父亲更是一名武官，他们性格豪迈，一是喜兵器，二是好武艺，三是喜饮酒。母亲是大家闺秀，外祖则是治世的文官，所以母亲从小喜欢诗词文章、文字经典等。兵器、酒、诗词文章，这些我都有啊。我有高度的深究。至于诗词文章，上下5000年的龙国文化底蕴在我身后摆着，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就在这时，乌长老肚子咕噜的叫了一声，他摸摸肚子，笑吟吟道：“郑小子，赶路赶了一天，肚子饿了，你去弄点吃的来呗。如果有上次吃的那些绝美食物，那再好不过了。”乌长老，等会儿府里会有好酒好肉招待我们的。有吃食招待我们不假，但好酒好肉却未必。你觉得我和丫头吃过你的东西，别的东西我们还能下咽吗？哎，好歹我也是个老人家，有些人不懂尊老爱幼啊。这个吴老头，这是摆明在说我，还给我扣一顶不懂尊老爱幼的帽子。算了，老子也正好要回去一趟，弄点物资讨好未来岳父岳母，争取一锤定音。紧接着，他跟乌禅那家交代了一声后，来到隔壁厢房，躲进屏风后面，嗖的一声消失不见。丫头，你这个相公气息突然消失了，他很神秘呀。乌禅那家只是一笑而过，并没有回应。男人找来5名刚满18岁的处女，让他们脱掉鞋子，光着脚丫，然后他拿起3大桶消毒酒精，全部倒进一个大木盆里。紧接着，5名妙龄少女在木盆里来回踩上几下。随后，男人带着他们走进了一间密封好的仓库里。没过多久，里面就会发出一些频繁的声响。只见仓库里的少女，她们每人脚下都有一堆黄色粉末，反复的在上面踩踏，如同跳舞一般。而且这样的动作要连续4-5个小时，不能歇息。有些没有经验，稍不注意就会在脚上磨出水泡，直到脚下的东西变成4边紧中间时的方块才停了下来。小友，他们采的是什么？那叫曲，是用小麦经过糖化培菌而成。酿酒的过程分为3步：采曲、装仓、翻仓。而采曲是酿酒的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那又为何要找些妙龄少女去采，而不是找更有力量的成年男性来采？是因为少女的体重刚好符合采曲的要求。如果让一个120-130斤的男性来采的话，很容易将曲块采得过于实在，影响发酵，而且长时间的工作极容易出汗。如果汗水滴到上面，肯定会影响酒的质量。相比之下，女性出汗更少，对细节的把握也比男性更加精细。随着郑乾娓娓道来，眼前的男子都听傻了眼。当他还想开口询问时，郑乾见状便摆了摆手说道：“好了好了，你看起来就是个粗犷的武人，问这么详细也不会自己去酿，何必问呢？真是的，嘿嘿。未来老丈人又如何？该对还得对，越对越健康。虽然日后要入赘，但我有的是本事 ，say no。”原来就在刚刚，乌禅那家的父亲乌禅洪亮回到府里，听说女儿带了个男人回来，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后院。可刚走了几步，他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香味。乖乖，这是肉香，女儿在吃独食，不行不行，这怎么能行？乌禅洪亮刚进门，他就看到小院的石桌上摆着一头烤熟的猪，还有2大盆冒着热气的吃食。有好吃的，怎么也不叫我？香，太香了，快加1双碗筷。乌禅那家看见父亲脸上一喜，乌禅洪亮跟石桌旁的一老一少点头微笑示好之后，毫不客气的大快朵颐起来。太好吃了，乖乖，这是谁做的呀？府里可没有这样超绝精湛的厨子呀。是他弄来的，你问他。顺着乌长老的视线，乌禅洪亮望着郑乾，郑乾也是潇洒的摆摆手，有的吃就行了，问那么多作甚？岂不闻英雄不问出处，美食不问来路乎？啊，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够直爽，我喜欢。突然，郑乾想起了什么似的，一拍桌子，忍不住对大口嚼肉的乌长老埋怨的说道：“乌老头，你怎么回事？就知道吃，怎么也不提醒我把酒拿出来，害我差点忘了自己带酒来了。”快快快，有酒你早说呀，赶紧拿出来让老头子我喝2口。哎呀，我真是被那个鸡品仙酿给馋死了。随后郑乾回到屋里，拿出一瓶掺了大剂量参酒的五粮液。当郑乾把微黄的高度酒倒出来时，那股浓郁的酒香散溢全场，顿时让乌禅洪亮如遭雷击。小友，这是什么酒？这叫长生酒，我自己酿的，怎么样？够香的吧？能不能算是长生大陆里酒类的第一香？必须是第一香，就是不知道尝起来味道怎么样。
要不小友我给你品品。哈哈，行，那就给您品品，看看我这个酒在长生大陆的这些酒里算是什么品级。随后乌禅洪亮直接端起半碗酒一饮而尽，瞬间感觉到一股生命精华散入五脏六腑，忍不住大喝一声：好酒啊，绝对是绝世好酒！我品过上无数种酒，这个酒可评为长生大陆第一酒。您是说这酒天下第一？天下第一，这个评价还算中肯。老头子，我喝过的酒也不计其数，就属这个酒最合我口味。喝上一口，回味悠长，空杯留香而持久。这么好的酒，如果可以找作坊来酿，那以后自己不愁没好酒喝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乌禅家肯定可以靠这种酒成为南邻国第一世家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偏安一隅。就在这时，祖母和杨氏缓缓来到了云清小筑，便看到了乌禅洪亮跟郑钱在喝酒，还相谈甚欢的样子。老爷，您在干嘛呢？母亲、夫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正与这位老先生和小友吃肉喝酒，你们来的正好。这里的酒简直是仙酿，味道天下一绝，你们也来尝尝。祖老太脸一黑，拐杖一触地，简直胡闹！说完便转身离开。乌禅洪亮一愣，有点懵，他挠挠后脑勺。夫人，母亲怎么生气了？怎么回事？这是因为你叫的那个小友之人是那家带回来的相公。相公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你的宝贝女儿直接带了一位相公回来，媒婆现在还在客厅吃茶，聘礼也都在，这叫什么事啊？杨氏说完也转身离开了，而乌禅洪亮则是咽了咽口水，有点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。父亲，您别生气，我此次去陆山无意结识了郑钱，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便私定了终身，所以就带他回来了。可没想到祖母和母亲反应这么大，其实郑钱也是带了聘礼和媒婆，要明媒正娶的，并不存在失礼之处。女儿，这可不行，我乌禅家就你这么一个子嗣，你将来是要继承我乌禅家的，你不能嫁，即便找夫婿，也只能让姑爷入赘，这是早就定下的规矩。所以这位郑钱是吧？就算下了聘礼找来媒婆，那也使不得。那就入赘，相公的聘礼收回，咱们家下聘，这总可以了吧？这个好像可以，不过我还得跟你祖母和母亲商量商量，毕竟婚姻大事不是儿戏。好吧，那你们快去商量吧，相公就暂时住云清小筑了，父亲快请回吧。那个不急，我酒还没喝完，肉也没吃过瘾呢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些事要跟郑钱请教。没事，岳父大人请问，小婿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如果我同意你跟我们家那家成婚，那是美食，还有这个美酒，我能不能天天都吃到啊？没问题啊，食物和美酒都不算什么，别说天天吃，就是天天换着花样吃，保证1个月不带重样的。至于这个酒，也就一般般，还算不上绝品美酒。郑钱投其所好，直接抛出巨大诱惑。本以为未来岳父会考虑上那么几天，可没想到对方咽了咽口水，直接小鸡啄米般点头答应了。好，那没问题了，我同意了。这就同意了，这么爽快？难道5人都这么直肠子，不搞点弯弯绕绕或者讨价还价？父亲，你为了能吃上好肉好酒，就这么答应了？对啊。乌禅洪亮自觉说错了话，立马又一本正经道：我的意思是，我之所以同意，是因为郑公子仪表堂堂，英俊潇洒，还有宝贝女儿，你喜欢她？你不是说你们已经私定终身的吗？嘿嘿，我这个做父亲的总不能不成全自己的女儿吧？老先生，您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理儿？乌长老看着乌禅洪亮这无耻的脸面，有些尴尬的转过脸去，而郑钱和乌禅那家则是满脸喜意。那祖母和母亲那边？没事，你祖母和母亲那边我去说。来，咱们继续吃肉，这么美味的东西必须吃光光，千万不能浪费了。对了，这个酒就只有1瓶吗？喝的还不过瘾啊！要是你还有，能不能再来1瓶给我们分分？毕竟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我靠，这货到底是不是乌禅那家亲生的呀？不对，是那家乌禅到底是不是这货亲生的？这个有是有，但喝这么多好吗？酒切莫贪杯，才喝几口就贪杯，别开玩笑了，拿出来，好女婿，快拿出来嘛！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何必残杯噎着，对不对？另一边的大堂内祖老太却在生着闷气。我儿在那边到底吃好了吗？还未曾，仆人来报说在饮酒。哎，整个就是一酒鬼。杨氏一脸尴尬，低着头小声劝慰母亲慎言，这话传出去不好。对，我食言了。这样，你把我儿叫过来，别再让他喝了。杨氏无奈，却不敢违逆，只能硬着头皮去了。没过多久，杨氏就带着几分酒气的乌禅洪亮回到了大堂。儿啊，那家做的荒唐事你都知晓了吧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母亲，这种荒唐事孩儿自然是不答应的，坚决不答应。还是我儿有先见之明啊！这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，对我是一套说辞，对母亲大人又是一套说辞，似乎对那个郑钱又另外一套说辞。
儿啊，你能不顺着那家的意，那是最好了。要是让二房知道了，肯定又会闹起来。母亲这是说哪里话？这跟二房有什么关系？我和二弟早已经分家，那家不管是嫁人还是招婿，都是我家的自由，他们可管不着。理是这么个理，但你二弟和他那口子肯定会说那家败坏乌禅家家风。那行，那咱们暂时就把挣钱的聘礼退回去，他们就没理由嚼舌根了。等这聘礼，咱们能不能先留下来？母亲，这不合规矩吧？我知道不合规矩，可这一袋子兵器全都是灵兵元胎中的绝品，如若传了出去，那位挣钱公子怕是要死于非命啊！什么？母亲，您就别跟孩儿开玩笑了。灵兵元胎还一袋子，您可知道这世上极品灵兵元胎何其稀有？为娘自然知道，但你自己看吧，为娘还能骗你不成？左老太说完，便让管家把那一袋兵器搬过来。乌禅洪亮随手抽出其中一把大刀，顿时也吃了一惊。这样的宝刀确实可以作为灵兵的元胎。别惊讶，这只是其中一把，这里头有几十把这样的刀剑，每一把都造型别致，显然出自锻造大师之手。母亲，您是说这些都是挣钱的聘礼？不错，那家就是这么说的。快把东西装好，带上跟我去云锦小筑，我要把东西退了。退？真就这么退了？必须退了，他怎么能给咱们乌禅家聘礼？应该是乌禅家给他聘礼才是啊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要？没错，我要招他做我乌禅家的入门女婿。真搞不懂大小姐怎么就带回来一位姑爷，害我昨晚失眠了一宿。要知道，大小姐可是我心目中的女神，她现在有了男人，我这心里空落落的。谁说不是了？我感觉我以后都不会再爱了。胡说八道，毁那家姐姐名节，小心我武清玄拿鞭子抽你们！女人每次上厕所都有一个奇怪的习惯，在蹲坑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就会掏出一瓶古怪的东西，瓶子居然是透明的，里边似乎还有一些不明的液体。只见她用力摇晃2下，紧接着往头顶上方喷了几下，白色透明的液体就会慢慢的飘落。从此女人蹲坑就再也不别扭了，而且在厕所里一待就是半天，甚至还忍不住用鼻子多嗅几下。如此奢侈的举动，绝不能让旁人看到，闺蜜也不行。那家姐姐，我听说你带回来一名相公，是不是真的呀？是真的，他就在隔壁房。那他一定很厉害吧？是练无极品？他只是刚上4品没多久。什么？这么弱？他根本就配不上那家姐姐你。你没练武之前不弱吗？我相公没练过武的。没练过？那他怎么上的4品？这个说来话长，以后我慢慢跟你说。乌禅那家话还没说完，武清玄就看到桌子上有一瓶古怪的东西，看他伸手想去拿，乌禅那家连忙说道：“别动，那是香水。香水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里的香露。”哦，原来是香露啊！这瓶子倒是挺别致的，怎么是透明的？相公说那是玻璃瓶，这里可没有这种东西。它倒是稀奇古怪。对了，这瓶子我瞧着挺好，要不你送给我？不行，这是相公送我的，特别是这里边的香露味我很喜欢，所以我不能送你。这里面是什么味啊？能不能让我闻闻？当然可以。只见乌禅那家拿起瓶子，在空中喷了一下，空中传来一股极为惬意宜人的特殊芳香。武清玄一闻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这个味道很特别啊，清风镇根本就没有这种类型的香露，而且你刚才一按，它就把香露喷出来了。这个设计真是精巧绝伦，这也是你相公设计的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没问。那家姐姐，我也好喜欢这个味道的香露，你能不能再跟他讨要一瓶呀？你刚才不是看不起他只有4品吗？我那不是为那家姐姐你打抱不平吗？我觉得他配不上你，所以才……你对我相公根本就一点都不了解，而且这个世界上武道品级也不能代表一切，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择婿标准嘛。至少我父亲大人、母亲大人要我选的夫婿就必须比我强才行。说话间，武清玄再次被一样东西所吸引。那家姐姐，你换兵器了？你原来那把玄铁黑剑呢？我原来的剑断了，这是我的新剑。这把剑的造型好奇特，不过我喜欢，看着很新鲜，我拿来瞧瞧可以吗？行吧，就让你瞧一眼，就一眼。看你小气的样子，你以前可不这样的。说完，他把剑拔了出来，顿时一道寒光闪过他的双目。这上面竟然有语文，那这把剑强度怎么样？能削铁断石吗？当然可以，它不仅可以吹毛断发，还可以削铁如泥。那岂不是宝剑？它是什么玄铁打造的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你别告诉我，这把剑也是你那个相公送你的？还真是啊。说着，他把下一撮头发，然后放在剑刃前。只见头发擦过剑刃的瞬间，立刻断成2截。武清玄直接傻眼了。哪尼？我的天啊！不会吧？竟然真的可以吹毛断发？我还是第一次见有这么强的剑。这把剑叫什么名字？飞羽，我给它起的名字。羡慕啊！那家姐姐你竟然拥有这么好的剑，香露也是极品，你就不能忍痛割爱，约我一剑？你想要的话，等下见到我相公好好说话，说不定他高兴了，就送你香水，还多送你一把好刀。真的吗？那我现在就去找他。而另一边的房间里，台面上竟然放着一块的榴莲蛋糕。正前正准备开吃的时候，房门竟被一脚踹开。武清玄刚想开口说话，就被那块蛋糕给吸引了。
我的乖乖，这女人也太漂亮了吧，都快要赶上乌蝉那家了。就在两人大眼瞪小眼，一脸错愕之时，乌蝉那家也出现在眼前。清玄，你别胡闹，他是我相公，你不得无礼。娘子，她是相公，她叫武清玄，我自小就认识的金兰姐妹。原来是闺蜜，你好啊，我叫挣钱。相公，有榴莲蛋糕啊，能给我吃一块吗？来，我刚开始吃，五姑娘你也来尝尝吧。早上还是要尽量吃点东西，我这个榴莲蛋糕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吃。养女也不客气，好似饿虎扑食、恶鬼投胎一般的把蛋糕给解决了，直接把挣钱都看傻了眼。不好意思啊，蛋糕太好吃了，我失礼了。没事，本来就是拿来吃的。清玄，你刚才不是有话要对我相公说吗？你看我有吃的就忘了正事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丫鬟的声音打断了正准备说话的武清玄。大小姐，姑爷，清玄小姐，早膳时间到了，请移步膳厅吃饭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就来。相公，咱们走吧。早膳时间一般人都比较齐，咱们正好可以问问父亲、母亲还有祖母对咱们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。随后三人来到了膳厅，看到了祖母、未来岳父和岳母。挣钱的厚脸皮在下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祖母、岳父、岳母，你们好啊！还有这边两位姨娘，我叫挣钱，打搅了哈。姑爷，来，这边坐，吃个早膳。杨氏一听老爷叫对方姑爷，不由在桌子底下踩了他一脚，还偷偷瞪了他一眼。母亲大人说了，先拖一阵子再说，你却姑爷的叫上了，这成何体统？郑公子，来，尝尝我乌蝉家的膳食。挣钱对于岳父大人的改口也不以为意，拿起桌子上的一个大馒头咬了一口，就有种想吐的感觉。这馒头寡淡无味，跟蓝星相比，滋味差108000里啊！郑公子啊，我乌蝉家的膳食比你们飞石村要好多了吧？我虽然出生在飞石村，但年幼就离开了村子，去了外地求学。飞石村的膳食野味较多，我也吃不惯。郑公子不知你去过哪里求学，学的又是什么学问？我去过春山国的鹿鸣书院读书，后来还远出东海，去海外异域学了一些格物的学问。去春山国的书院读书也正常，不过他居然出过东海，去过海外异域学过格物之学，难怪他言行举止与所有人都有些异样。郑公子，何为格物之学？事物皆有个道理，穷得其理便是格物。这些学问都是你们文人才懂，我只懂排兵布阵、舞刀弄枪。但现在天下太平，也没什么仗要打，估计这辈子就只能镇守在这清风镇了。天下太平好啊，打仗苦的都是老百姓。不错，一旦有战事，老百姓就会流离失所，血流成河，确实不美。现在这样歌舞升平也挺好。姨父，我儿你身为一国将领，又岂能有如此的妇人之仁？迟早有一天，战事还会到来。你难道就不渴望我南陵国能摆脱大周皇室之奴役？当然渴望，但势比人强，现在唯有折服耳。这才是一个识君之路，忠君之士的将领该有的态度。母子俩对话，其他人全都不敢吭声。最后，左老太似是要考察挣钱的问道：“不知郑公子这个问题你怎么看？”他一脸尴尬，来到这个世界还没几天，他懂个屁的国家大事啊！回禀祖母，我认为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而且故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，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啊！话音刚落，所有人都瞬间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什么情况？难道我说错了什么？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故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，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左老太忍不住喃喃重复着，心里莫名的激动。说得太好了，这2句话真的太精辟了，能说出这样的话，郑公子你非常人也。乌蝉家所有人都听好了，今天咱们在这里讨论的是，说的话绝对不能外传，谁要是敢在外边乱嚼舌头，我一拐杖杖毙了他。别人提亲都是黄金100两，可男人却只拿出7根棒棒糖，而且每根价值只有5毛钱。但岳父岳母不仅不嫌弃，反而拿起棒棒糖狼吞虎咽地舔了起来。好吃，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甜食。郑公子，不知道这种小东西你还有没有？身上暂时只有这么多了，如果你们还想……郑公子，你跟那家的事就这么定了？真的吗？父亲，你真的同意了？这个那家，咱们乌蝉家招婿这个事不能急呀。你突然就带一名相公回来，这件事我们需要时间去适应。对啊，那家，你总得给我们一点时间消化消化吧。名不正则言不顺，拖得越久，反而只会影响到乌蝉家。所以，你放心，最多10天半个月。对，雨儿，这个要求不过分。说完，乌蝉洪亮望向郑钱，笑盈盈地说道：“郑公子，你不介意我们多考虑几天吧？”不介意，当然不介意，这个合情合理。岳父大人慢慢想，我不急。听到郑钱这么说，乌蝉那家也不好再逼迫父母。随后3人返回了云清小筑。那家姐姐，没事没事，即便你们还没有成亲，我还是会叫郑大哥姐夫。还好说，你刚才怎么都不帮我说话，就知道坐在那里看热闹。
那家姐姐，你冤枉我了，毕竟我不是你们乌禅家的人，而且我说话未必管用。娘子，在我看来，名分什么的不是什么大事，只要我们两情相悦，又何惧一点点考虑时间？相公，那暂时先委屈你了，我等会儿就要闭关了。闭关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修行不出来吗？定心修行肯定是不能出来的，只是我比较担心的是你，毕竟你才刚到府上，我就要闭关了。你要闭关很久吗？也许半个月，也许1个月都有可能。没事，我还以为要很久呢。吴老头之前也说要闭上1个月，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。清玄，相公刚到府里，什么都不懂，希望你隔3差5过来帮我照看他，可以吗？那家姐姐托付的是我武清玄，肯定义不容辞呀。那行，就这么说定了。等我出关，我好好谢谢你。随后乌禅那家叫来绿珠，跟他交代自己闭关之后需要他做的事情，而正前这边武清玄已经打起他的主意。姐夫，之前你拿出来的那种棒棒糖，你还有吗？没了，不过你要是想吃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哦，什么办法？很简单，我可以做啊，只不过得费一点功夫，而且我现在没什么心情做那玩意儿。没心情？为什么呀？我现在想出去转转，但人生地不熟的，怕迷路，而且我没银子，所以没心情。这好办啊，清风镇是我的地盘，我熟啊，而且我有银子，你想买什么吃什么我都可以请你。走，我现在就带你出去转转。出了府，郑前整个人都兴奋起来，感觉来到了古代的长安，每经过一个店都要进去看一看。姐夫，你没来过清风镇吗？这些就一些普通的店。是啊，我第一次来。姐夫，要不我请你吃酒，你给我1瓶那家姐姐那种好闻的香露怎么样？难道我的法国香水就只值1顿酒？这妞也长得太美了吧！姐夫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求你了。清玄小姐，您可有些日子没来了？就在此时，一名中年男子出现在前方，男子身后的铺子写着天意珍宝阁几个大字。吴掌柜，我都说了多少回了，我不喜欢你儿子，你再巴结讨好我也没用啊。你放心，今天绝对不是谈我儿子，单纯就是想跟你叙叙旧。吴掌柜此时也注意到武清玄身边的郑前，他忍不住的问道：清玄小姐，这位是？吴掌柜，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我姐夫，你叫他郑公子即可。原来是郑公子，这个珍宝阁也是连锁吗？连锁？什么是连锁啊？就是开了很多店，总店、分店什么的。对，天意珍宝阁是天意派在世俗的产业，不单在清风镇，在很多大的城镇，还有别的国家都有开的。这么牛逼啊？牛逼又是什么？就是很厉害的意思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郑公子讲话真是风趣。走，咱们进去瞧瞧。随后两人跟着吴掌柜进了店里，映入眼帘的是无数的奇珍异宝，有的甚至还发着光。郑公子，我们这里奇珍异宝无数，很多东西都是有缘者购置。你看这份，据说是一卷人皮藏宝图，上面记载着一个神秘的巨大宝藏。就在吴掌柜滔滔不绝的介绍时，郑前被一座小供桌上的一个黑乎乎的皮袋子给吸引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是芥子袋。芥子袋？难道这个黑乎乎的袋子是空间法宝？不错，这个袋子它的作用是储物。你别看这个芥子袋很小，可它里边的空间可不小，能容纳10万斗。10万斗有多大？差不多就跟这个珍宝阁的空间这么大吧。这东西没什么用，就是拿来储个物而已，又死贵的，谁会要啊？我靠，能储物还没什么用，那什么东西才是有用？对我来说，两界穿梭，如果有这样一个芥子袋，不是神器又是什么？郑前压下心中的狂喜和激动，面无波澜的询问道：这个袋子不知道什么价格？只见吴掌柜笑吟吟，伸出3根手指头，3000块金饼，不还价。3000块金饼，这是人开出来的价格吗？没用又忒贵，3000块金饼都快要能买1把灵兵了。一把3指大的灵兵匕首，没有3万金饼哪里能买得到？如果是一把灵兵大剑或者大刀，那可价值30万金的呀！清玄小姐莫要开玩笑了。哼，吴掌柜，这就是我不喜欢来你们珍宝阁的原因。什么东西都卖这么贵，你这哪里是做生意，根本就是抢钱啊！哪有，我们珍宝阁的东西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的呀！吴掌柜，这个东西怎么卖这么贵？3000金饼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芥子袋卖这么贵，自然有这么贵的道理。一来它的材质很特殊，极难寻到；二来只有方士才能制作芥子袋。哦，不知道是用的什么材质。一般的芥子袋自然是用灵兽的皮，可我这只芥子袋用的却是一位大宗师的皮。你是说这个芥子袋用的是人皮？郑前听完只觉得毛骨悚然，他听说过人皮灯笼、人皮宝藏图、人皮面具，可从来没听说过人皮袋子的。不，大宗师已经超凡脱俗，不是凡人了，所以大宗师的皮已经不属于人皮的范畴，他的皮不是皮，而是宝。不错，大宗师全身上下都是宝，就跟灵兽一样。但你这个破袋子也忒贵了，你说个实在价吧，一口价就3000块金饼，岂不是把买卖说死了？实在没办法少啊！郑公子是清玄小姐的姐夫，我才一口价的，要是别人，我开价可是5000金饼的呀。5000金饼，抢钱还差不多，还看在我的面子上一口价3000金饼，你当我3岁小孩吗？走，姐夫，别跟这种奸商扯这么多。郑前却突然觉得1分钱难死英雄汉，而且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要拥有一样东西，忍不住的说道：吴掌柜，东西给我留着，等我回去筹够了金饼立马过来拿，你可不许卖给别人。哎呀，姐夫，你傻呀，那东西就只能储个物，你花这么多钱买它真的不值，还不如攒钱买点其他的东西。买其他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当然是灵兵啊，或者灵草，又或者灵兽的骨、皮、血、内丹等等，这些东西哪一个不比那破储物袋强啊？
听见武清玄的话，郑前一愣，随即狂喜地说道：“灵兽的血也这么珍贵？当然了，你应该知道，成了灵的东西都已经不是凡物，灵兽的血都有特殊的功用，自然是十分珍贵的。那灵虎的血呢？废话，灵虎是顶级灵兽之一，它全身上下都是宝，它的血非常昂贵的，好吧？姐夫，你别告诉我你有灵虎的血哦。那灵虎血可以换那只芥子带吗？哎呀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打那个破袋子的主意？郑前此时已经完全没有再逛下去的欲望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回到蓝星，拿灵虎血换芥子带。你等等我，我去就来，咱们马上再去一趟珍宝阁。哎，